她本是至高无上的万龙之母，掌管了数不尽的龙族宝藏。作为千年来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类，她承诺我可以选择宝藏里的任何东西。闻此，我便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当罗德布洛克听到答案后，顿时愣住。几千年过去了，你们家族的臭毛病真的是一点都没改。不过我当你说的是玩笑话，现在请说出你想要什么。而我并没有因此选择放弃。答案刚才我已经说过了。罗德布洛克的眼神瞬间变得犀利起来。小子，我跟你没有开玩笑。对此我也给予了肯定。下一秒，一股强大的气场从他体内爆发。敬酒不吃吃罚酒，想用文字游戏来获得这里的宝物和我的知识吗？然而我并没有要躲避的意思，因为我知道这是来自守护龙的考验。无论如何，我都要选择撑下去。此刻罗德布洛克使用的是小型龙威，没想到我会用龙威来对付你这种人。紧接着我便质问他，你说过如果这个龙巢里的宝藏无论什么你都会给。罗德布洛克不是也属于宝藏内的吗？虽然我现在受了很严重的内伤，但我依然在咬牙坚持，毕竟他值得我拿命来赌。与始祖西格尔德一起创造拉格纳的守护龙，能够成为他的伴侣，比任何东西都强的正统性证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这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机会。请把罗德布洛克给我，这是您给我的承诺，请和我成为伴侣吧。见此一幕，罗德布洛克眼睛闪动了一下，因为他好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犹豫片刻后，罗德布洛克就收回了威压。没想到你竟然撑下来了，还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啊！旋即罗德布洛克便褪去了龙形态，随后一个黑发女子的身影慢慢浮现在西奥面前。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我打算给你一个机会。虽然过去了几千年，但罗德布洛克看上去依旧是风韵犹存，因为此刻的西奥已经看傻眼。怎么样，被我的身体迷住了吧？而我也注意到了他的身体有一个缺陷，他的心脏好像不见了。原来他在50年前就失去了龙之心，现在他最多还能活3年，因此也无法离开龙巢。也就是说，我对你没有任何直接的帮助，所以你还是要坚持你的选择吗？虽然我不知道原因，但这是我用命换来的机会。随后我肯定地回答他，我的答案还是一样。而罗德布洛克也没再说什么，也许这就是天选者的资质吧。与此同时的对话框提示，成功选择了拉格纳的守护龙，获得守护龙伴侣的称号以及始祖的后代。我以后会变得更强，会得到更多的古龙遗物。对此我也向他做出了承诺，我一定会找到能代替你失去的心脏的东西。如果是远古龙的遗物，也许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心脏。而我的回答罗德布洛克也很是满意，这样才符合守护龙伴侣的称号。以后请多多关照了，新的伴侣。紧接着他便示意我，在没有找到替代心脏的东西之前，只能选择在这里冬眠了。不过眼下却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为了跟我建立精神连接，现在需要你将这本书读完，然后开启雷门，也许1个月左右就可以将它完成。当我看到书本的封面时，顿时愣住，这就是我寻找的阿蒙的魔法书，还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上面记录了10几种高级魔法，会对我接下来的修炼提供很大的帮助。不过我注意到罗德布洛克刚才说需要1个月，但1个月的时间太久了。随后我便告知他我目前的处境，难道我不能在觉醒仪式结束后回来再读吗？而罗德布洛克用余光扫了我一眼，不是不行，而是不允许。那么轻易的得到就没多大意思了。在觉醒仪式前必须要打开雷门，否则我是不会让你出去的。闻此我顿时愣住，现在的学员应该都在努力的猎杀魔兽吧？因为离结束日期还有30天，在那之前我真的可以开启雷门吗？就在2个半月前，我还是一个人人唾弃的剑家庶子，因为我的老师故意教我错误的剑法，以至于我沦为家族的废物，甚至最后还被他联合其他人将我杀死。随着我的精神一阵恍惚，我竟然看到了将我杀害的老师正在教我训练，这让我很是疑惑，因为我正是被眼前之人一剑洞穿身体，难道我死后也要重新看一遍自己的回忆吗？就在我感叹老天的残酷时，一个蓝色的窗口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前，任务教程，请给伦登一个大笔兜。这让我一脸疑惑又很是不解，并且好像只有我可以看见里面的内容。于是我直接丢下手中的木剑，也许这是老天给我临走时一次发泄的机会。我旋即就握紧了拳头，就算是梦，我也要狠狠地揍这个该死的家伙。下一瞬，整个练武场都冷静下来，这让伦登很是疑惑，因为这对他来说不痛不痒，但为何我感觉我打人的感觉会如此真实？虽然对伦登不痛不痒，但教练的威严不可侵犯。我旋即被他一剑抽飞出去，这次的感觉更加清晰。难道梦里也要经历痛苦吗？而他接下来的话让我更加震惊，他还以为我是为觉醒仪式发泄情绪。一旁的学员听到纷纷对我无情嘲笑，甚至嘲笑我连私生子都不如，因为我在剑道上没有任何的天赋。而此刻我正处于懵逼状态，因为这真实的触感和无比清晰的疼痛，所以我现在经历的不是回忆，而觉醒仪式是在10年前的事情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回到了17岁的时候？就在这时，蓝色的窗口再次浮现，恭喜你完成任务教程1，奖励拉格纳的天赋已被激活，你是否要领取奖励？在我的震惊之余下，我选择了确定按钮。下一瞬，一股能量在我体内快速凝聚，而我感觉到了我的全身经脉得到了洗涤。画面一转来到玫瑰宫，因为我打了他一拳，伦登很快就来到我母亲这边，并一直讲述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天赋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衬托出他的静止，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从我母亲这里捞到
到一些好处。拿到钱财的伦登一边高兴，一边感叹母子都是一样的蠢蛋，一份丰厚的薪水，还有拉格纳家族直系导师的头衔，这笔买卖怎么做他都不觉得亏，毕竟他身后还有一位大人物在支持，目的就是不让我成长起来。在完成天赋觉醒后，我便立马往玫瑰宫的方向赶去，因为在这个时间段我的母亲还没有被杀害。当我再次见到母亲，便毫不犹豫地保住了她。上辈子母亲为我付出了很多，可我却对此毫不领情，因为我把天赋不好的原因都怪罪在她身上。直到她死后，我才明白这一切都是伦登在背后操刀，而母亲对我这个样子很是疑惑，还以为我是受了什么委屈。这一世我要变强，强大到足以登上那该死的王座，以及守护我最重要的人。时间很快就来到晚上，在第一个任务完成后，我就迎来了第二个，训练身体素质的极限。虽然我现在很想对莱登复仇，但以我目前的能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我前世因为能力不出众被调到了黑字情报机构，而我从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情报信息，没想到现在可派上用场。这些天才地宝以及武功秘籍对我来说都是机遇，更重要的是，我因为伦登说我没有天赋就放弃了争夺权力的想法，如今就算是失败我也要闯一闯。此刻我已经连续高强度锻炼了2天半，随着进度条的慢慢提升，我感觉到了身体变得轻盈许多。画面一转又过了几天，我的反常行为引起了第4训练场的教练伊芙琳的注意，他没想到被称为拉格纳的垃圾已经连续锻炼了几天几夜，这真的是别人口中说的废材吗？此刻我感觉身体已经到达极限了，再这样下去我可能会猝死。而我之所以不敢停下，是因为昨天晚上我只是躺了2秒半，窗口的进度条就直接开始倒退，这吓得我连忙起身挥剑。随着我一次次不断的突破极限，进度条眼看就要到顶，但我依然不敢有任何的懈怠。此时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就连呼吸是什么我都已经忘却。台上的伊芙琳很是震惊，因为这种毅力只有经历过生死之人才能看到。随着进度条的到顶，我再也支撑不住自己的身体。恭喜你完成身体极限任务，奖励龙之心，是否要选择领取？看着眼前的窗口，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才缓缓抬动一根手指，伴随着我按下确定键，我便直接昏死过去。紧接着一股强大气场从我体内爆发出来，而这一幕正好被伊芙琳尽收眼底。当我再次醒来，已经出现在房间内，而将我带进休息室的正是伊芙琳。见此，我给予了感谢。不过看伊芙琳的样子，并不想让我轻易离开，因为剑术世家在觉醒仪式前严禁任何人提前开启法力气符。我很好奇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原来在我晕倒之后所产生的气旋波动，正是气场开启的标志。为了维护家族的公平竞争，任何人都可以处决提前开启的人。看着他说的那么严肃，于是我便感知了一下身体，发现我晕倒之后获得的奖励竟然是龙之心。龙可以将法力储存在心脏的位置，而心脏可以更有效的运转法力，但人类心脏没有龙族的强悍，所以只能放在腹中。这就是为什么拉格纳的每个人都渴望获得龙之心，这是一种让你变得无比强大的简单方法。现在我的心脏已经是龙之心了，不过眼下我却是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处境。伊芙琳身为拉格纳的高级剑客，他是白甲龙骑兵的指挥官，而且他还是出了名的原则性极强的人，不能容忍不诚实和怯懦。换句话说，如果他发现了我的龙之心法力气符，他会毫不犹豫地处决我。但是要是他抓不到我的把柄，他的优点也许也会变成别人利用的缺点。于是我立马变得严肃起来，就因为你一时的感觉就马上处决我，你能承受后果吗？因为如果他的推断是错误的，那么他这么做就是有损拉格纳家族的名声，并且羞辱继承人，就算是身为高级剑客也承担不起。而我突然散发出的气势让伊芙琳感到不可思议，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为了维护拉格纳的规则，他愿意赌上自己的前途，但无论他怎么感知也探测不到任何的法力。这让他很是疑惑，自己明明看到了法力的波动，他不得不怀疑是不是真的看错了。然而我必须要给他应该深刻的教训。怎么样，伊芙琳教练？伊芙琳连忙表示抱歉，我要用我卑微的生命偿还我的错误。龙之心肯定不会被他检查出来，毕竟他可不是一般的欺负，并且我可以自由的控制自己的法力。换句话说，只要我不显现，没人可以查得出。龙之心这个秘密要到几年后才会被知晓，所以他肯定猜不到。紧接着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毕竟像他这么忠诚的人，收为下属是最适合不过了。临走之际，我再次对他表示了感谢，因为身为剑术世家的庶子，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的生活。而他是第一个。直到我走了，伊芙琳还没缓过神来，这还是别人口中的那个家族废材吗？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在我练习剑术的时候，伦登总是骂我做得不够好。然而这一切都是我伪装的，因为我察觉到他教我的剑术本身就存在错误。我越来越确定伦登的行动背后有主谋，想必杀我也是那个人指使的，所以我必须想办法逼他出来。紧接着我便叫住了他，并表示他教的剑术全部都是垃圾。我对他的剑术产生了怀疑，甚至连一只低等魔兽也打不过。我知道他是别人派来监视我的，所以我只能让他提前滚蛋了。如果他出了什么差错，那他就得联系策划者了。随后我直接解雇了他，这让伦登一下子慌了神。虽然我很想马上解决他，但是我还要挖掘更多情报才行。此刻的伦登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他被解雇任务就失败了，于是连忙上前示弱。与此同时，第3个任务来了，与伦登战斗并取得胜利。让我没想到的是，伊芙琳站出来了，并让我们用拉格纳家族的方式解决问题，弱者服从强者的意志。闻言的伦登很是开心，毕竟他可是终极剑客，而我还真是一个剑术学徒。伊芙琳是在给我挖坑吗？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拉格纳家族。就在小弟向一个男人汇报时，迎接他的却是一个酒杯，因为一个垃圾怎么可能影响到他？此人正是4猎犬之一的黑虎阿塞恩，而他旁边的则是银狮雷明顿。随后迎面向他走来的是9飞龙之一的特洛伊，他正是阿塞恩的叔叔。阿塞恩很疑惑，为什么要关注一个蝼蚁？但特洛伊提醒他，就算是在弱小的对手也不能轻视，而他们觉得教练可以轻松解决这件事情。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周后，此刻的观众席已经座无虚席，他们自然不能错这种天大的笑话。我原本只是想解雇伦登而已，
没想到事情变得不可控了。既然事情已经这样，那我就好好把握这次报仇的机会。此刻的演武场外议论纷纷，因为据他们所知，我连剑都舞不对，甚至大喊着让我滚出拉格纳家族。此刻的伦登让我给他鞠躬道歉，就打算放我一马，不过我直接就回怼了他，应该是他给我鞠躬道歉才对。闻言的伦登很是生气，毕竟他可是终极剑客，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学徒而已。此刻他正想在决斗上直接了结我，因为拉格纳的决斗生死不论，那样他也算是完成任务了。紧接着我持剑朝他袭去，正如他们料想的那样，我连舞剑的姿势都是错的，在他们看来我必死无疑。此刻的伦登很是得意，毕竟他可是终极剑客，如果我能达到猎犬的一半水平，说不定他还有所忌惮。就这样的笨蛋怎么可能打败他？殊不知此刻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此前我找到了伊芙琳，因为他调查过伦登，所以他知道解雇伦登解决不了任何办法。闻言我内心猛然一震，他怎么连这个都知道了？原来他发现伦登故意教我一些奇怪的剑法，这根本不是终极剑客该有的水平，所以他肯定是受人指使了。伊芙琳在我前世没发现这个，是因为法力的事引起了他的兴趣吗？而经过他的调查，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指向山茶宫，所以跟我猜想的差不多，都是权力的争夺战引起的。不过以我现在的剑术，依然是打不过伦登。闻言伊芙琳让我不用担心，因为他看到了我的潜力，另外加上一个高级剑客指导一周，对付伦登已经是绰绰有余了。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看来伊芙琳的人情很值钱。不过有一件事情让我很疑惑，一个人情不应该让伊芙琳做到如此地步，而这个只是原因之一，因为背后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了。就在伦登持剑朝我脑袋挥动时，我却依旧能避开他的攻击。见此，伦登察觉到了不对劲，因为按照时间推断，此刻我应该完全无法招架才对。这还是他认识的那个西奥拉格纳吗？他的剑术怎么会提高那么多？而在场的学员无一例外皆是震惊之色，只有伊芙琳看得津津有味。伦登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一个终极剑客怎么可能打不过一个学徒？这时他才想到我可能在藏拙。当我问到他背后之人是谁时，伦登彻底慌了神。听到我缓缓道出山茶花宫时，伦登满脸皆是惊恐，看他的表情已经证实了答案，接下来就是复仇的时候了。随后我不再隐藏实力，直接将剑划到他的腰间，然后一剑将其手臂砍下。在伦登的注视之下，他的手臂与肉体分离。而此刻的我犹如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场上的雷明顿也是直接傻眼。失去手臂的伦登不断求饶，这一刻正如他所说的，只有强者才配活在这个世上。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他，旋即我挥动手中的刀，伦登直接就血溅当场。演武场上的人再次刷新了对我的认知，而暗处的大佬见此一幕很是满意，这才是他想要的人才。恭喜你完成任务，超额完成目标，你将获得额外奖励。而完成任务后，我获得了洞察能力，并且还提供额外补偿。就在我好奇这个洞察有什么作用时，一个男人直接就跳到了擂台上，随后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出现在我身后，居然是魔龙白甲龙骑队队长尤利乌斯。他怎么会在这里？此刻场上的学员皆是一脸不可置信，九龙之一的大人物怎么会在这里？只有伊芙琳一脸尴尬，因为他每次出场都把地板弄坏了。看着尤利乌斯一脸愤怒的样子，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我这是正常的拉格纳战斗啊，难道他是来找茬的？就在我疑惑之际，他却是突然换了一副面孔。你小子很不错，是我喜欢的人才。虽然他知道躺在地上的是我的老师，但伦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还是清楚的，只能说死有余辜。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直接邀请我加入白甲龙骑队。闻言的众人再也坐不住，白甲龙骑队邀请拉格纳窝囊废进队。虽然他确实打得不错，但也不至于能直接加入。此刻的雷明顿很是疑惑，因为在魔力器斧没有开辟之前，根本不能确定一个人的价值。就算他剑术再出众，如果法力普通那么多，他的前途也是有限的。他的才华高到魔龙愿意冒这个风险吗？就在他问我愿不愿意时，我却直接回绝了他。这种情况让在场的所有人直接呆愣住，没有人会想到是这样的结果。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拉格纳家族，大家对这件事情众说纷纭，有人觉得我不够资格，有些人则认为我就是傻子。画面一转来到山茶花宫，而公主艾米尔觉得事情变得棘手了。随后特洛伊示意他不用担心，毕竟伦登的实力本来就很弱，不然也不会让他过去教西奥。如果不是白甲龙骑干预，他们现在还能给他安排老师。现在这个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如果他开始脱颖而出，控制玫瑰宫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就在这时，阿塞恩打断了母亲，因为他觉得家主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关注西奥的，并且他本来就是一个窝囊废。闻言，特洛伊立马变得严肃起来，因为他告诉过阿塞恩不能轻视任何一个竞争对手。阿塞恩只能不甘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过他已经提前为西奥准备了大礼。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在跟伊芙琳学了一段时间的剑术之后，我的剑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此刻的伊芙琳很是好奇我为什么不加入白甲龙骑，如果说不觉得可惜，那都是假的，毕竟那是我前世一直想进的队伍，但是现在进去对我来说是损失，只有在觉醒仪式上展现实力才能获得更多资源。听到我的答案，伊芙琳并没有说什么，只是他们队长就要可惜了。紧接着我便尝试洞察能力，随后伊芙琳所有的信息都浮现在面前，这个洞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技能，让我看到很多隐藏的信息。就在这时，一个学员打断了我，来人正是南检查站的成员西比尔，而他找我的目的就是想和我比试一场。不过他这个泡泡茶壶的表情是怎么回事？我想哐哐给他2拳，原来他之前也是瞧
瞧不起我，但看到我一直努力，然后超越自己的老师，还得到了白甲龙旗的认可，所以我就成为了他心目中的偶像。这次来只希望能与我进行一次公平的对决。换作是以前的我会怀疑他的真心，但有了洞察能力，我可以看清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这属实有点意外。我打败了伦登，得到尤利乌斯的关心传闻传开后，以为那些充满了自卑心的家伙会来考验我，没想到会出现愿意追随我的人。不过这也正符合我的心意，毕竟想要竞争那个位置就需要一些自己人。还有最后的新手任务，摘除拉格纳废物的称号，趁这次机会从前世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在得到伊芙琳的同意后，我便答应了他的请求。我西奥拉格纳马上要举行觉醒仪式的玫瑰宫实习剑客，老师是伊芙琳·西比尔德雷，南门检查站所属实习剑客，继承了德雷氏族的剑术。在简单的剑术礼仪之后，我们的对决就此开始。西比尔的剑速很快，一个瞬身就来到我身前。虽然他也被别人称为蠢材，但他对自己的速度有足够的信心。在简单的2次交锋后，他察觉到我的实力并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在以前的我看来，他的确很快，我根本挡不住几招，但现在对我来说还是太慢了。随后我便一剑把西比尔挑飞出去，对此他也是输得心服口服，而我只有通过不断的对战方能检测自己的战力。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剑上的投影，我很好奇洞察是否可以用在自己身上。随后我对着自己发起了技能，下一瞬属于我的信息窗口便弹了出来。此刻我注意到了我的才能项目，还有4个位置是不可查看，也就是说我还能获得4个新的能力。多亏了龙心和前世的魔力，我现在的魔力值很高。让我没想到的是运气怎么是负数，这不得不让我怀疑我是不是被诅咒了。前世我那么倒霉，难道也是因为这个吗？不过眼下还是先找到提高他的方法。与此同时，此刻我的身后已经站满了人。伊芙琳知道这些人是为什么而来，虽然伦登的剑术很烂，但他好歹也是终极剑客。西奥打败了他，并且得到队长的认可。在强者为尊的拉格纳家族无非就2个反应，要么他们嫉妒他，要么他成为他们崇拜的对象。而聚在这里的人无一不是后者。在他们见到了我与西比尔对战之后，他们相信传闻都是真的，每个人都渴望与我来一场战斗。通过洞察，我看到伊奥德内心的渴望，于是直接向他发出了邀请。毕竟对练是提高剑术最有效的方法。下一瞬，2把兵刃碰撞在一起。就在双方收剑的间隙，他反手一击当剑朝我劈来。我不得不承认他的时间抓得很准确，但这同样也是我的机会。我旋即架剑抵挡，然后顺势将他手里的剑震飞。在他的震惊之余，中剑径直掉落在地上。与此同时，我得到了他的认可，并且我注意到了我的气运值提升了。也就是说，这个气运类似名声之类的东西。既然如此，那我为何不趁着他们想挑战提高气运值，随便完成新手任务？随后我便连续战斗了10几场，但我的任务进度只完成了1%。难道是因为这些人已经在心底承认我了吗？还是说我要找更强的对手战斗？就在这时，一个男人打断了我，来人正是银狮雷明顿，这让我很是震惊。毕竟他可是4猎犬之一的银狮，拉格纳觉醒仪式最强的选手之一，而他来这里的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与我来一场对决。没想到会面对憧憬的剑术天才雷明顿，就算是没有任务，能和名声在外的内西奥少主比武本身就很荣幸。然而现在的我会打败4猎犬之一的雷明顿吗？双方的剑芒碰撞在了一起，随后不到几个回合，我手中的剑发出了一道清脆的声音，众人见此纷纷感到不可思议，而比试的结果以我的剑断裂告终。不过众人都知道这个结果很正常，就算是成长速度再快，也不可能一跃千里。如果雷明顿被轻易击败，那么他就不是猎犬之一了。就在众人讨论着比赛结果时，雷明顿却是率先开口承认是他输了，因为他知道在此之前我已经战斗了10几次，剑上早已布满了裂痕。然而我却否定了他的看法，我的剑断掉的瞬间，我已经输了。闻言的雷明顿笑了笑，随后朝我伸出了敬佩之手。一个强者不会轻易否定自己，但看清自己的实力却是一个强者的必经之路，所以我得到了雷明顿的认可。一旁的伊芙琳也很是欣慰，也许这就是他破格收我当徒弟的原因。在我看来，雷明顿很强，我使用了任务和秘籍才勉强抵挡他的攻击。和他刀剑碰撞的瞬间，我感觉到了我现在的实力很弱，虽然这次没有打赢他，但是得到了很多好处。我的幸运值提高了10点，并且大家对我的印象变了，没有达到100%，很可惜，我只能找其他办法了。就在这时，雷明顿却叫住了我，因为他来这里的目的不只有一个，还有一个是龙灵会的邀请函。见此一幕的西比尔顿时惊掉下巴，龙灵会是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加入的上流社会团体，竟然还是被雷明顿亲自邀请。看着眼前的邀请函，我沉默片刻，像我这种人真的可以参加吗？雷明顿连忙否定我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这只是一场普通的聚会，只是迎接觉醒仪式的朋友聚会。闻言，后面的几人顿时愣住，那么为什么不邀请我参加？虽然不知道雷明顿到底打什么主意，龙灵会是以阿塞恩为中心的小团体，那里有很多看不起我的人，最合适用来做任务了，同时也可以趁机观察山茶花宫。我的确没有拒绝的理由，于是我便接过雷明顿手中的信件，这场邀请我一定会到，而雷明顿也很期待我参加，不过需要等到半个月后。一旁的伊芙琳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这次的聚会对西奥来说就是一个陷阱，所以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接受邀请。画面一转，我便回到了玫瑰宫。此刻的母亲很是开心，因为她也得知了我收到龙灵会的邀请，为此她早已经做好准备等我回家。毕竟龙灵会连长老院都在关注，所以在打扮和行为举止方面不能给他们留下把柄，在这方面她最拿手了，毕竟她
他可是演员出身。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对于家族庶子这个标签，母亲一直心存愧疚。这明明不是母亲的错，因为在这冷酷的拉格那里，有我这么个窝囊的儿子肯定很辛苦啊。时间很快来到半个月后，雷明顿早就已经过来接我了。当他再次看到我时，我的形象早已焕然一新，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还是之前的那个西奥吗？不过也是正常的，毕竟这可是高级剑客指导下训练了2周后的结果。这一段时间，雷明顿有空就跑过来跟我练习剑法，同时我也获得了一批忠诚的追随者。虽然伊芙琳嘴上说不想教那么多，可身体却很诚实的教他们。就在这时，雷明顿叫住了我，因为他知道阿塞恩有点脾气，但这次宴会实际上是他发出的邀请。闻言的我有些意外，此刻我很好奇他会怎样让我难堪。画面一转，我便来到了山茶花宫，指使伦登阻止我成长，最后将我杀死和吞并玫瑰宫的地方。这一次我定要百倍奉还。此时的雷明顿表示阿塞恩会在门口迎接我们。阿塞恩邀请我的理由不用想也能知道，看着拉格纳的窝囊废这么张扬，肯定想打压我的气势，但是我也不会任他宰割，我要让他明白什么叫彻底碾压。就在这时，一道攻击向我袭来，白色的粉末彻底覆盖我的身影。雷明顿很疑惑，谁会在龙灵会的门口闹事？不过这次偷袭并没有如他们所愿，我敢肯定前世的话100%躲不开。我还以为雷明顿是跟他们一伙呢，看他的反应明显不是。紧接着阿塞恩一脸微笑的从人群中走出，这只是兄弟之间的打招呼，你不会生气了吧？然而我并没有像他期待那样面目狰狞，反而是对他给予了感谢，感谢他这么热烈的欢迎我。我很期待今天的宴会，这让阿塞恩愣住了2秒半。不过很快他就再次露出了笑容，因为他觉得事情越来越有趣了。当我来到会客厅，此刻的众人议论纷纷，因为他们很疑惑阿塞恩为什么要邀请一个窝囊废庶子。不过有一些人很清楚，只不过是来当小丑罢了。而雷明顿也听到了他们的闲言碎语，我则是示意他不用理会这些，让他们尽情的胡说八道吧，这样我才能把你们一网打尽。就在这时，我注意到楼上有一道蓝色光芒，好像是有一个任务在上面，但此刻我无法接近。紧接着阿塞恩便迎面向我走来，第一次参加宴会，你是在享受吗？看着一嘴火药味的阿塞恩，不过现在我需要冷静对待，那是当然，还要感谢你的邀请。随后阿塞恩直接搭在我的肩膀上，刚才的事我很抱歉，你愿意接受我的道歉吗？见此一幕，雷明顿很是紧张，因为他知道阿塞恩就是在找我的麻烦，但是我却直接回绝了他。什么道歉？我只记得你向我打招呼而已。我的回答再次震惊了阿塞恩，这让他十分兴奋，他从没想过我会是这么有趣的人。见此一幕的众人还以为我是惧怕他，在拍他的马屁，紧接着他们将矛头指向了雷明顿，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帮助这个窝囊废。不过听说他同样也是庶子。闻此的雷明顿感到无比示弱，果然每个人内心都有难以迈过的痛处。我本来想静静的看热闹而已，但现在我必须要选择出手了。紧接着我便将阿塞恩的手拿开，因为我要跟一些新朋友打招呼。在众人的疑惑之余下，我拿起一瓶红酒走向刚才说话最大声的黄毛身前。就在他以为我要讨好他时，我却反手给他一个酒瓶子。这波操作再次震惊了其他人，你一个窝囊废居然敢打我！话音未落，迎接他的是一击无影脚，小黄毛被再次打趴在地，而我也只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小小的玩笑，你们不会开不起吧？做完这一切后，我的任务进度在疯狂飙升，这还是拉格纳那个窝囊废吗？雷明顿知道这是因为他我才怎么做的，随后我更是直接废了他的手臂。还有谁想和我打招呼？见此一幕，有4个人直接将我包围，他们的剑全部指向了我的喉咙。你竟敢伤害易安少爷，只有让你以死谢罪了。然而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这才是我来到全都是敌人的龙灵会的目的。支撑拉格纳的6血家族之一哈纳比，你们只是拉格纳家族养的一条狗，有什么资格用剑指着我？这一次我可不会忍受你们的欺辱。见此一幕的众人被吓得冷汗直流，真的是他们认识的那个拉格纳的窝囊废吗？拉格纳拥有镇北王的称号，权力凌驾于6血家族之上，如果动了他的血脉，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灭族的下场。几人做梦也没想到我的性格会发生改变。就在他们想要收回手中的剑时，我却突然下令一个不留，随着一道剑光划过，他们的脑袋一个不剩。随后我的任务进度瞬间飙升到70%。伊芙琳也没想到我会发现他的身影，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了，所以我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崭露头角。就在此前，尤利乌斯找到了伊芙琳，因为他很好奇伊芙琳为什么要收西奥为徒。不过伊芙琳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他便想转移话题，但尤利乌斯还是想知道他的答案。见此一幕的伊芙琳很是无语，但还是回答了他的问题。在态度和潜力方面，西奥是他教过最好的学员。尤利乌斯很怀疑，难道会比阿塞恩的潜力还要高？对此伊芙琳给予了肯定。论起潜力，他觉得西奥比阿塞恩的还要高，这2个人他都亲手教过。伊芙琳的回答出乎了他的意料，不过让他不解的是西奥以前为什么不表现出来。说到这个，伊芙琳也感到奇怪，一个一直隐藏自己真正力量的人突然开始炫耀了，并且他察觉到西奥好像被什么东西逼着前行，步履匆匆难免跌倒，所以他很担心西奥这次龙灵会遇到麻烦。不过这些都在尤利乌斯的意料之中，毕竟狼崽子已经开始聚集在一起巩固自己的地位了。紧接着尤利乌斯放下一套制服便离开了，如果能把他拉来白甲龙旗那就最好不过了。此时伊芙琳才看出来，这好像都是我故意策划了这一幕。原来就在来的路上我就已经察觉到伊芙琳的存在，因为我有龙之心，这让我轻易的发现四周魔力的流动。不管怎样，多亏了他。此刻舞台已经搭建好了，而接下来就是演出时间。于是我便问伊芙琳，如果出现侮辱继承人的情况，这些人该怎么处理？伊芙琳毫不避讳地说道，按照家族律法可以立即处决，不过我念在他们都是没有进行觉醒仪式的未成年，一人留下一条手臂就好了。伊芙琳
林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直接就卸掉了几个人的胳膊。见此一幕的跟班连忙寻求阿塞恩救救他，然而阿塞恩只是冷漠地看着，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人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跟屁虫罢了。紧接着他一脸严肃地看着伊芙琳，他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与他见面。随后伊芙琳也对他给予了问候，毕竟他曾经也是阿塞恩的教练。阿塞恩看出来了，伊芙琳出手解决的都是那些评论直系血脉之人，就算他是候选继承人也无法出手阻拦。这一招玩的实在是高明，而我也留了一手，只要他们现在去找牧师街上就没什么危险。不过以后想练习剑法怕是做不到了。经过这件事之后，雷明顿和伊芙琳算是直接站在西奥这边了。玫瑰宫的窝囊废真的变了，此刻他恨不得直接将西奥踩死。然而就在临走之际，我还不忘感谢我的好兄弟，今天我玩得很开心，感谢你的邀请，恭喜你完成新手任务，摘除拉格纳窝囊废的称号，获得奖励经验药水。虽然任务完成了，但我的复仇才刚刚开始。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山茶花宫，不仅给那个窝囊废提供了借口，你的部下们被他打得七零八落。此刻的阿塞恩只能无奈地承认这个事实，这让艾米尔很是生气，因为他明明告诫过阿塞恩不能小看任何的竞争对手，随后便让他回去自己反省。特洛伊让艾米丽不用那么生气，因为阿塞恩的性格和他小时候一模一样，在他看来目前的情况对他们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玫瑰宫本来是家主的后宫，那里都是一些没用的废人，虽然得不到家主的关心，但背后有家主撑腰，所以我们才想把他弄到手。西奥的所作所为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制裁他的借口，只要把西奥解决，玫瑰宫只能对我们俯首称臣了。与此同时，来到另一边，雷明顿很是羞愧，此刻他对我的看法已经彻底发生改变，因为他没想到我会为他出头。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一个没用的私生子，然而在忍受了痛苦和屈辱后，蜕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强人，面对敌人的挑衅毫不犹豫地给予反击，这一切好像都是因他而起的。此刻雷明顿很是感动，看到他内心的想法，我顿时愣住，这家伙好像对我误会很大呀。虽然家族让他与阿塞恩打好关系，但是他现在想追随于我，在场的众人也亦是如此。就在我想解释他误会的时候，伊芙琳却提醒了我，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误会，他们只是想与你进行简单的相处。对此我也不知道该作何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都是由于这个消息窗口。起初我还以为是偶然，但直到我注意到一些细节，我确实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随着龙灵会事件的结束，这个东西好像升级了，并且还获得了一些提升积分，可以提高自己想要的能力值。我现在感觉我变得越来越耀眼了，不过我得为山茶花宫的反击做准备了。紧接着我便叫住了雷明顿，眼下正好有一件事情想交给他。听到我叫他老雷，雷明顿有些许害羞，随后我拿出了一封信，我和阿塞恩的战争很快就会变得更加激烈，为那一刻的到来做好准备。你可以帮助我吗？在未来，雷明顿成为了内西奥家族的家主，而且他的势力强大到足以对抗拉格纳，趁这个机会彻底让雷明顿成为我的人。雷明顿没有犹豫，直接就接过了信件，因为他已经决定了追随于我。就在这时，大门突然被敲响了，随后一大批执法卫走了进来，在将抓捕令展示后便要将我带走。然而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看着上面未干透的墨水，看来他们是真的很着急啊。我没有反抗，就直接跟他们走了。临走时我不忘提醒雷明顿，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他了。看到我的反应后，两人顿时明白，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就在信中。我把龙灵会搞成那样，肯定不会只是监禁我，把拉格纳的继任者带到法庭，意味着他们想看看我有没有作为继任者的资格。不过他们想趁着这机会彻底击垮我，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再次来到执法堂，我很是感慨，不知道多少年没来过这个地方了。如果我要把我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起码要给我一个足够大的舞台吧。执法堂内部环境高大而威严，给人一种极强的压迫感。这里确实聚集了一些了不起的人，魔龙白甲龙骑队尤利乌斯，天龙机务处队长特洛伊，剑龙梅花公主罗莎，以及大长老沃尔夫冈。换作是前世，我肯定被他们的气势压得无法呼吸。沃尔夫冈极其看重血统，所以他肯定很厌恶我这种庶子吧。从他的表情就可以看出很不屑。正如我所料，他上来就开始审判我，这次要追究你的责任，因为你让拉格纳家族的名誉扫地。闻此我给予了肯定，看来是我太粗心了，我应该砍下他们的脑袋而不是四肢。听到我这么一说，长老们顿时愣住。拉格纳给他们领地和名誉，臣民们献出他们的忠诚和生命，这就是骑士精神。然而他们却胆敢威胁他们的领主，难道不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吗？身为家族的继承者之一，我不能看着他们践踏拉格纳的名誉。此刻的尤利乌斯很是满意，因为我这么说，惩罚的结果很快就会结束。就在沃尔夫冈准备开喷的时候，罗莎却打断了他。他觉得我说的没错，拉格纳家族虽然很强，但并不大。如果我们不倾听家臣和骑士的声音，我们将不可避免的沦陷，因为一个人不能用暴政来统治这个世界。闻言的我感到些许意外，家族的第一夫人剑龙罗莎，她好像对我没多大敌意，但是后面她为什么要那样做？而经过长老会的一致决定，将判我3个月的禁足，但觉醒仪式就在2个月后了，因为魔龙反对，西奥的惩罚比特洛伊想的轻，不过这样就已经达到他想要的效果了。将西奥的觉醒仪式推迟到明年，对拉格纳来说是件很不名誉的事情。让如此有损名誉的人代表玫瑰宫，山茶花宫有理由吞下玫瑰宫了，因为他料定我不会提出上诉，毕竟那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然而我却反其道而行，我直接就提出了上诉。闻言，所有长老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特洛伊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了，真是个愚蠢的家伙。事情变得更容易了。此刻尤利乌斯再次提醒我，
你知道上诉将会面临什么吗？对此我给予了肯定，这也更加证实了就是尤利乌斯在背后帮我。在实力为尊的拉格纳家族提出上诉，那就代表着战争只有胜利者才能留下话语权，如果不这样，我又怎么得到想要的奖励呢？紧接着对话框提示我进入主线剧情，通过任务将会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各种秘密。与此同时的另一边，佣工工会隐藏的北部分支正发生一场激烈的战斗，而为首之人正是雷明顿和伊芙琳。正如信上写的那样，他们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盒子，而里面的东西可以彻底的摧毁山茶花宫。此刻塞西利亚得知西奥被带走，很是紧张，他没想到参加龙鳞会出来会是这种结果，但他相信西奥能走出来的，毕竟他可是那个人的孩子。此时的沃尔夫冈也一脸懵，随后再次让我想清楚问题，你觉得靠你一人之力能对抗15个家族的势力吗？虽然实力悬殊可以派出代理战，而尤利乌斯也很是疑惑，如果提出上诉，阿塞恩出场的概率很大，那样西奥就直接输了。但是为什么这么做？难道他有什么依仗吗？还是他觉得伊芙琳或者我会代理他出战？这真的让我有点失望。而所有人的猜想都和尤利乌斯一样，认为我会让尤利乌斯或者伊芙琳参战，但以他俩的性格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西奥选择出战，特洛伊就有理由直接让阿塞恩解决他了。就在长老会准备宣布结果时，一道洪亮而威严的声音让在场的长老内心猛然一震。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安分的孩子，没想到你能做出这么有趣的事情。这段时间你成长了不少啊。此人正是拉格纳的家主凯尔。见此的众人纷纷行礼，而我也亦是如此。就在这时，任务再次提示，让我找出山茶花宫的秘密。看来我之前看到的那一道蓝光果然有猫腻，但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我得先处理眼下的事情。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数登场了，我的计划需要做出改变。可父亲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在父亲了解了前因后果之后，便知道了我要2审，所以就想问我让谁代替我出战。我听出来了，他这是在测试我。所有人都以为我会请人代理，但我选择的是自己出战。父亲用严肃的声音提醒，一定会输的，可不试试怎么知道最终的结果？身为拉格纳的战士，即使我被迫屈服，我也不会甘心低下自己的头颅。闻言的凯尔感到十分有趣，这话居然是从他这个小儿子嘴里说出来的，而他对此感到十分欣慰。突如其来的变化是我没料想到的，反正代理战只是个诱饵，因为我根本没想过战斗。山茶花宫谋反的证据已经让雷明顿和伊芙琳去寻找了，只要有了那个，我甚至可以做到不战而胜。紧接着父亲再次叫住了我，拉格纳的家主凯尔，现在考验你一件，只要你能扛住我的意见，赦免你所有的嫌疑。闻言的特洛伊连忙阻止，因为他听出来了这是要肯定对方的意思。如果西奥能扛下那一件，就能成为得到家主承认的人，虽然能接住的概率微乎其微，但必须要阻止他在家主面前留下好印象。于是特洛伊想道德绑架家主，想都按所谓的规矩办事，但凯尔根本不吃他这一套。一个家臣有什么资格对一家之主指手画脚？闻此的特洛伊只能无奈作罢，要我接住家主的意见。事情往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了呀，不过这听起来反而是对我更有利，但我必须要表现出拒绝。家主的意见，我一个实习剑客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所以你这是要拒绝？我则是否定了他的看法，因为这对我来说不公平。既然审判变得严格了，我的奖励不应该增加吗？而家主不用猜也知道我想说什么，随后直接问我需要什么。于是我将目光看向一旁的特洛伊，我觉得山茶花宫倒是个不错的选择。特洛伊万万没想到我会将矛头直接指向他，就连沃尔夫冈也觉得我是疯了，竟然敢当着家主的面提出交易，还是一个所谓的家主数字。你的傲慢只会引火上身。然而家主的答案让他们内心猛然一震，因为他直接就同意了我的请求。想做一个继承人，就应该要有他的胆识和气魄，而特洛伊只能把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吞。做完这一切后，家主便迫不及待地走向演武场。特洛伊也没想到我会因祸得福，但他觉得西奥不可能翻盘，这个小鬼就算变得再强，家主的一剑连高级剑客都撑不住，他根本无法承受，他肯定会，不是一定要死在这里。然而他心里的内心小九九我全部看得一清二楚，虽然很可笑，但不会如你所愿的，因为我在新手任务得到的奖励还没用。此刻的家主发现了我身体的变化，但他也是猜测我可能吃了一些灵药，否则无法解释这个变化。一家之主就是敏锐，其他的九龙都没注意到我身体的变化。紧接着凯尔随便挑了一把铁剑，因为在他手里这根宝剑没什么两样。下一瞬，一股强大的气场从他体内爆发，眼神中透露出一股无可匹敌的霸气，仿佛能征服整个世界。光是气势压迫感这么大，家主也没想到我竟然撑住。此刻我的力量提高了3倍，经验药水可以让我的能力提高5级，而我全部把它用在了力量上。此刻我感觉我已经跨入了超凡的领域，达到这个程度，我有信心接住父亲的一剑。随着凯尔的一剑挥下，所有人都露出了不一样的神情。虽然我得到了强化，但我一丝一毫也不敢懈怠，因为如果是以前，我根本看不清他的剑在哪里。然而我这次看见了，剑锋犹如金色寒芒般朝我袭来，空气中响起清脆的爆鸣声，紧接着连地面也随之崩溃，而其能量产生的气浪覆盖了整个演武场。做完这一切后，他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此刻他很是满意，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能接住他一剑而不死的学徒，这才是他想要找的继承人。你用自己的意志证明了自己的无罪。下一秒，我的剑直接化成了碎片。我成功了吗？恭喜你完成任务，奖励蓝色钥匙1枚。当我再次醒来，我已经躺在房中，而母亲也担心坏了，因为她听说我接下了家主一剑。就在这时，我注意到房中的环境，原来在我接下一剑后，父亲让艾米丽和阿塞恩搬出了这里，也就是说，现在的山茶花宫已经是我的了。被赶出来的艾米丽很是生气，尽管她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此刻特洛伊已经对西奥恨到了极点，
脸，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杀死西奥。随后他便叫住了阿塞恩，而阿塞恩表示一定会卸下他的手臂。不，我要的是他的脑袋。闻言的阿塞恩陷入了沉默。虽然计划往其他方向发展，反而得到更好的结果，没用石油底牌就得到了山茶花弓，还获得了第2个物品栏技能。虽然不知道这个神奇的东西是怎么来的，但我知道它给我带来了很多好处。随后我便来到了那个神秘的房间，也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就在我打开奖励后，发现里面是一个副本任务。由于这是首次副本，所以我获得的经验值是双倍。随着我的不断深入，一头银狼出现在我面前，不过它的体型非常巨大，跟魔兽有的一比了。下一瞬，银狼就对我发起了攻击。这家伙的力气比我想象的还要强，不过跟我比力气，我可不会输给他。在我把他逼退后，他没有停歇，反而继续对我发起攻击。紧接着我便朝他挥出一剑，可当剑刃砍在他身上时，就如同砍在铁桩一样。一般的狼不会拥有这样的速度和防御，难道是北域魔海的魔兽吗？如果是的话，的确有点难缠。随后在我与魔狼一次次对拼中，我都在感悟自己的剑法，接下父亲一剑时看到的光，如果能使用那个的话就好了。那绚丽夺目的白色光辉，我旋即模仿着父亲的动作试图挥出那一剑，不料魔狼的速度突然提升，让我落空了。果然没有那么容易复刻，但我对他有了新的理解，这正是所谓的一击必杀之剑。如果重要的是投入在一剑的意志的话，我可以尝试他与伊芙琳教我的剑术结合。这一剑讲究的是极致的速度。下一瞬，我直接消失在魔狼面前。当魔狼意识到危险的时候，我的剑已经出现在他眼前。随着剑光划过，魔狼就失去了一只眼睛，这让我有些许意外，竟然成功了，而这也极大的提高了我战胜魔狼的决心。画面一转来到2个月后，此刻的第4演武场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他们都听说了西奥接下家主一剑的消息，越来越多人想和他进行对练。不过其中也不乏出现捣乱的，你们的公子已经2个月连个影子都见不到了，是不是因为害怕暴露逃跑了？然而迎接他的是一个沙包大的拳头，该死的，你这个窝囊废居然敢打亨利公子！突然他被眼前的气势吓得不敢作声。这些人不知道的是，西奥在他们心中的形象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这里的人几乎都是他的追随者。紧接着2伙人纷纷拔出了腰间的佩剑，气氛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就在他们准备开打时，一股寒冰之力瞬间将他们封住，随后一个蓝头发的少女随之出现在他们的中间。见此一幕的众人瞬间被吓得没了气势，因为她正是4大猎犬之一的冰霜之剑雷伊。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一道雄壮的声音再次打破宁静，而来人正是猎犬之一的黑熊霍尔库斯。这可把他们看傻眼，4猎犬竟然来了2个。可就在这时，他发现这里没有西奥的身影，而他来这里的目的正是为了和他打一场的。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此刻的副本内早已堆满断剑和魔狼。我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副本待了2个月了，并且击败了170头魔狼，而我的等级也来到了15级，好几次差点死了，多亏了这东西活了过来，它可以让我恢复体力和伤口。虽然刚开始觉得很累，但经过不断的战斗，我已经适应了这种不断厮杀的情况。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头魔兽了，想必他应该就是首领了吧。经过片刻的休整，我便踏上了通往首领的房间。在将手里的断剑丢弃后，我从物品栏中取出了最后一把，而这正是母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前世在觉醒仪式之前，我对母亲有很多误解，还是因为那该死的身份原因，所以我只是把它扔在房间里让它生锈。现在我仔细看了一下，这是把好剑，由白雪钢锻造而成。这一次我不会再让母亲失望了。当我看到里面的首领，顿时愣住。在我第一眼看到还以为是龙，不过幸好这只是一个低等级的地龙。拉格纳被称为龙的后裔，但奇怪的是这个任务的最终首领是与龙的血脉有关，难道只是偶然而已吗？这件事情只能以后再调查了，眼下我需要先完成任务。此刻我很怀疑我能不能击败他，毕竟他也是龙的一种，犹豫就会败北。我想看看一刀斩对他有没有用。我在魔狼身上练习过很多次，虽然跟父亲的剑还有很大距离，但在龙之心的加持下，我有信心给他一击。在地龙还没注意到我的时候，我直接发动突袭，没想到我突袭成功了。此刻地龙被我刺伤了一只眼睛，我本来想试着洞穿他的头颅，但他的防御力很强，不过这也让我看到了希望。就在地龙的尾巴朝我挥来时，我使用了秘技影杀步法。现在先用一般的攻击转移注意力，然后再想办法直接攻击他的要害。让我没想到的是，他还有自己的技能咆哮战场，可以使领域范围内的敌人动作迟钝10%。该死，我感觉速度一下子就降下来了。紧接着地龙的利爪直朝我袭来，而我只能硬生生扛下他的攻击。真不愧是最后的大佬，时间拖得越久对我越是不利。与此同时，地龙再次朝我扑过来，我要做的就是快速找出地龙的弱点。很快我就注意到他体内有一道蓝光，找到你了。就在他的巨口准备到来之际，我汇集了所有的力量朝他的胸前位置刺去，答案就在他的逆鳞，我直接就洞穿了他的心脏。成功了吗？让我没想到的是，这地龙还留了一口气，该死的。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此刻的2大猎犬吵得不可开交，只为了能和西奥先打一场。不过霍尔库斯还是被雷伊轻松拿捏，毕竟3年前他就败给了雷伊，但现在的霍尔库斯很是不服。既然如此，让我们重新比试一场，赢的人和西奥决战。下一瞬，霍尔库斯的巨剑就朝雷伊挥去。此刻的吃瓜群众纷纷愣住，因为他们感觉到2人的气势都非常强大。就在2人准备开打时，雷明顿直接就制止了2人。如果你们想打架，换个地方打，这里可是西奥公子的地盘。看到雷明顿，霍尔库斯更来劲了，要不然你先和我打一场。可就在这时，一股极其恐怖的杀意笼罩了练武场。这股杀气是怎么回事？当众人回头看去，顿时愣住，他们不敢相信这股杀气竟然是西奥散发出来的。这段时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就在2分半前，我终于杀死了地龙，通关了副本。刚才的我被地龙吓了一跳，还以为他临死前还要反扑一次。紧接着对话框提示我获得了地龙的牙齿和利爪，这些材料可以用来强化武器。不过我的剑确实要进行维护了，毕竟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与此同时，我还注意到了新的技能——地龙领域，释放地龙的杀气，压制比自身等级低的人，让他们感觉到恐惧。对此我很是满意，因为这个技能只有天选之人才能够使用。没想到我居然能使用这招。不过在这强者多如牛毛的拉格纳家族，不知道有没有效果。现在只能先这样了。就在我出了副本后，通关山茶花宫的奖励也随之出现，巢穴指南针指引携带者找到巢穴的方向。对此我很是疑惑，这难道是和下一个任务有关吗？不知道有啥作用。总之先丢仓库里吃灰吧。此刻我只想回房间睡上2天半，可就在这时，侍女却匆忙跑来找我。随后我便得知了有人在第4演武场打架的消息。画面一转，我便来到了演武场，而我来此的目的就是阻止这些捣乱的人，顺便尝试一下刚才获得的技能。紧接着一些等级比较低的人直接口吐白沫，甚至有一些直接昏死过去。但霍尔库斯觉得很有意思，旋即他纵身一跃就朝我袭来。西奥拉格纳，让我看看你是不是有传闻中的那么强。面对如此迅猛的攻击，我并没有选择躲闪，而是随手抬剑抵挡。身后的2人见此一幕，内心猛然一震，霍尔库斯的一击被轻易的击退了。别说他们感到惊讶，就连我也感到不可思议，我居然挡下了猎犬之一的攻击。见此的霍尔库斯十分的不服气，旋即他爆发了所有的力量，再次朝我劈来。黑熊他的各项表现都一般，是4大猎犬里面最弱的，他是兰卡家族的人，在力气上不输给任何人。然而现在我却能轻易的把他击退，这也意味着经过这2个月的训练，我可以打败他。一股鲜血旋即从他的体内喷涌而出，就这样，以前只能望其项背的猎犬倒在了我的脚下。看着躺在地上的霍尔库斯，我被吓了一跳，因为我下意识的认真挥了一剑。幸好兰卡家族是以强壮著称，他也只是昏死过去，要不然还真不好收场。此刻所有的人都在为我欢呼，紧接着我的剑上快速出现了一道裂痕，下一瞬便直接断成了2段。这可是母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啊！此刻的雷明顿缓慢回过神来，他没想到西奥的成长速度会如此之快，而一旁的雷伊则是陷入了回忆。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第一次遇到西奥，那是一个下雪的夜晚，看他穿得如此单薄，西奥还将自己的围巾戴在了他的身上，并且还牵着他的手带他回到玫瑰宫避寒。这件事情不知不觉已经过了10几年，没想到这个雷伊都会露出笑容。在看到西奥平安后，他便转身离开了。此刻的雷明顿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产生幻觉，平时连话都不说2句的雷伊居然笑了。画面一转回到家中，和上一世一样，母亲为我举办了生日宴会。不过这一次有所不同，母亲特地从伊德里亚海弄来了一盘鲍鱼，说吃了这个会对身体有好处。于是我将这些一个不落的全部吃完。但当我拿出之前的生日礼物时，母亲顿时傻眼。随后我便给母亲讲述了原因，可此时的母亲却是异常的生气，这可把我吓一跳。原来工匠在锻造时加入了白雪钢和黑椴木，当时工匠夸下海口说过绝对不会断的。闻此我也是一愣，如果真的用了好东西，绝不会这么容易弄断啊。黑椴木是指吃铁长大的奇怪物种，像木头一样柔韧，但比铁更硬，是种罕见的材料。我没想到我会拥有这么好的剑，不过我想知道母亲从哪里买来的。母亲表示一定要去找那个工匠算账，毕竟现在离觉醒仪式还有1周时间，在选剑方面可不能马虎，这让我很是感动。母亲还是那样的无私。紧接着母亲便表示带我去温特鲁最好的工厂——巴斯克锻造厂。最特别的是巴斯克锻造厂的主人情报部被分类为特级的存在，在拉格纳只有3个名将称号的铁匠，被称为资本主义下诞生的精灵魔将吉尔松。没想到我会有一天见到这个大人物，但母亲和魔将是什么关系啊？他们好像很熟悉。当我听到母亲叫他妈妈的时候，顿时傻眼。母亲不是孤儿吗？怎么会有家人？岂不是说我是混血精灵吗？我长得这么帅，果然都是有原因的。紧接着母亲将剑丢给了吉尔松，这让吉尔松很是疑惑。没人敢说他的作品是劣质产品，可当他拔开剑，顿时愣住，这是什么情况？不过比起断剑，他更好奇是谁在使用。随后他将目光看向了我，很荣幸见到巴斯克锻造厂的主人，所以真的是你弄成这样的吗？对此我给予了肯定。在吉尔松沉默片刻后，他便带我们往锻造厂深处走去。不过刚才的问题让我很疑惑，旋即我就询问了母亲关于吉尔松的事情。原来母亲只是他收养的女儿，不知为何我有些许失落。而塞西利亚从小就喜欢美丽的东西，在她成年后遇见了拉格纳，那时候她就立志要成为拉格纳的夫人，最后她就生下了西奥。就在2年前，塞西利亚跑回来让吉尔松打造一把剑，没想到母亲还有这样的一面，但到我死的那天为止，对母亲还是一无所知，真是个不孝子。可魔将好像很疼爱他，前世为什么没有阻止母亲呢？与此同时，我们来到了一扇巨大的铁门面前，还没等母亲反应过来，吉尔松一把就将我带进去了，这可把我吓一跳。而吉尔松则是直入主题，你身上有太古龙的遗物吧？闻此我也是一愣，因为我听说过始祖为了拉格纳的子孙后代把太古龙用的宝物藏在温特鲁各处的传说。此刻的吉尔松很是怀疑，如果没有那种东西，这把剑怎么会残破得如此严重？这可是花了他不少银子的，他知道从我嘴里套不出什么，于是直接来到一个被铁链封锁的剑关面前。就在这时，我在剑关看到了属于任务的蓝光，虽然吉尔松注意到了我的异常，但他什么也看不见。紧接着他便将里面的秘密告诉了我，这是太古龙的遗物。相传太古龙用自己的獠牙做了一把妖剑，名为白月剑，
如果你能解开箱子的封印拿到剑，这把月白剑就送给你。闻此我内心猛然一震，但是搞不好会死人的哟。我咽了咽口水，这把剑现在是我的了。剧情任务，请收服月白剑。而月白剑本是情报部之首的黑龙的剑，不过一般见过他使用的人不是消失就是死亡。但我当时偶然见过月白剑的本体，可奇怪的是黑龙并没有杀我。4年后我会遇到黑龙，在那之前月白剑在基尔松的手里吗？此刻的基尔松好像在诱导我要不要尝试驾驭它。既然都送上门来了，岂有不收的道理？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打开剑关的钥匙和山茶花弓的很像，也许我可以尝试打开它。基尔松也不知道我从哪里弄来的钥匙，所以这小子身上确实是有远古龙遗物。伴随着我缓缓转动钥匙，下一瞬一股强大的能量从里面爆发出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顷刻间就将我吞噬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的意识里，玫瑰宫被摧毁的画面再次出现，但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而里面的画面迫使我渴望变得强大，渴望得到杀死伦登和摧毁山茶花弓的力量，而这一切都是妖剑的邪性作祟。不过他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早已经不是那个懦弱的我了。在操控我时，我反手就将他控制住了，刺激想要得到这把剑的人的绝望，反过来控制我的精神。真不愧是妖剑啊，这让妖剑的剑灵很是震惊。怎么会？我早就克服了你给我看的绝望。你这家伙，我已经有自己的目标，怎么会让你轻易迷惑？可和我记忆里的狮鹫有点不一样啊。我记得他们至少有10多米高，但现在怎么和我一般大小？难道是被封印的时间太长了吗？不过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我旋即抓起沙包大的拳头，今天我就教教你人类的以德服人。与此同时，母亲发现了我昏迷的情况，此刻的她很是生气。基尔松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妖剑此刻和西奥彻底链接在一起了，现在不能强行分开。他知道西奥身上带有远古龙的遗物，以为不会有事的。就在这时，他们发现西奥的身体有了反应，下一瞬我整个人都悬浮起来了，随后肆意在四周的能量全部朝我身上汇集。片刻之后，刚才狂暴的能量便全部消失了。此刻的母亲很是担心，与此同时我也醒了过来，我知道母亲肯定担心坏了。见此一幕的基尔松才松了一口气，如果西奥出了什么问题，以后塞西利亚肯定不会理他了。恭喜你狩猎狮鹫成功，奖励月白剑的所有权。此刻我才知道，狮鹫刚刚苏醒很虚弱，所以才能被我轻易制服。最重要的是他的精神攻击对我没用。得到月白剑的认可后，我获得了30点魔力加成，而我的魔力值已经达到了200多点，也就是说我现在达到了高级剑客的水平了。可惜现在还不能使用这股强大的力量，在觉醒仪式前我必须要忍着，所以现在这把剑是我的了。就在这时，月白剑在我手上不断颤抖，这让我很是疑惑，他是在反抗我吗？而吉尔松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被关押在剑关里数百年之久，肯定在里面憋坏了，所以他想发泄这段时间的烦躁。很快我们就来到世剑碑前，基尔松示意我朝着剑碑用力砍一剑试试，不过我很担心会将石碑损坏。然而基尔松却信誓旦旦地表示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一个还没有进行觉醒仪式的小鬼头，难不成还能把巴斯克锻造厂毁了不成？也好，趁着这个机会试验一下月白剑的威力，顺便尝试一下使用魔力的感觉。我旋即从体内调动了一部分魔力注入剑中，下一瞬一股无比强大的气场都我体内爆发。见此一幕的基尔松顿时傻眼，这真的是一个没觉醒之人该拥有的动静吗？就在他想要阻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伴随着一道白色剑光划过，现场顿时激起一阵白烟。完了，一切都完了！我的钱，我的巴斯克锻造厂！见此一幕，我也顿时傻眼，这还真是危险啊！一下子就将我的魔力全部吸收了。下一秒，基尔松的手就出现在我的腹中，他的速度很快，以至于我都无法感知他的移动。此刻的基尔松很是震惊，因为他没有探测到任何的魔力流动，这真的是靠剑气做出来的吗？这小子难道是个天才？还有就是他是我的外孙。此时的基尔松已经看到发财的道路了，随后他示意我以后要叫他外婆。以后我会在背后支持你的，你就尽情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吧。毕竟我的外孙会成为行走的巴斯克锻造厂的广告牌。我要发财了！见此一幕，我很是感动，但身后的塞西利亚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已经看到了你眼中的金钱。时间很快就来到夜晚，西奥与外婆告别后便赶回拉格纳。此刻的基尔松抱着地龙的材料，而这正是西奥给他的补偿，毕竟是他亲手打坏了外婆的工厂。就在他准备回去的时候，一道声音打断了他：魔将，好久不见。当基尔松回头看去，发现是一只乌鸦。时间很快就来到5天后，此刻的我和伊芙琳对练时已经打得有来有回。伊芙琳对此很是满意，虽然他知道西奥发生了改变，但他没想到仅仅只是半年时间就准备超越他。如果觉醒了魔力，那么家族将会诞生一头天赋极强的怪物。而我也非常感激伊芙琳这段时间的教导，因为我知道他将所有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我。等我成为首席后，我会让所有人知道老师的名字，这让伊芙琳顿时愣住，好像没这个必要。画面一转来到中央广场，觉醒仪式是拉格纳最重要的活动。此刻整个广场已经聚满了家族成员，大家都想在觉醒仪式上取得好成绩。这是作为拉格纳剑客第一次受到承认的场合，包括家主在拉格纳的所有人都会观看，九龙以及前2任的家主希尔达。不过这150多岁的人看上去一点也不老。在审判官宣布开始后，便为觉醒仪式的人讲述规则。这件杯中加入了白雪钢，一般的人是不会留下痕迹，但拥有魔力的人就不一样了。每一个觉醒的成员都会获得1颗魔力蛋，吞服1颗就可以获得10年以上的魔力。而家族之所以不让学员提前开启魔力，也是因为这个。
提前开启就会影响药效，不能激发一个人的真正天赋。片刻之后，他便叫到我的名字。前世的阿塞恩是首席，但这一次会是不一样的结局。剧情任务，请在觉醒仪式上获得首席称号。与此同时，希尔达也注意到西奥的存在，因为他上次听到凯尔提到这个名字，让我看看我的后人实力如何。我缓步来到觉醒台前，作为第一个天赋测试的学员，还真是有点紧张啊。在拿到魔力丹后，身后的审判官便示意我将其服下，而前世我吞下魔力丹后无法控制住魔力暴走，也因此伤到了丹田。但这一世绝对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了。伴随我服下魔力丹，四周的魔力快速的进入我的体内。见此一幕的审判官直接傻眼，真是个蠢货，造成这么大的法力波动，他无法控制它。吞下魔力丹后，为了让法力核心在丹田扎根，需要集中精力控制魔力流动。越有天赋的觉醒者所激发的魔力就越多，但他承担的风险也就越高。如果不小心的话，会成为废人的。这家伙难道要完蛋了吗？伴随着魔力不断朝西奥的丹田汇集，西奥并没有出现他想象的那样暴走，怎么会？他竟然控制住了。在感受到我身体充满魔力后，我终于可以调动龙之心的魔力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比前世要轻松许多。既然现在我已经可以使用魔力，我也不用再隐藏了。紧接着，我将所有的魔力汇集到剑中。上辈子我连接触剑杯的资格都没有，这一次我定当要一鸣惊人。此刻我的气势就犹如一头挣脱束缚的巨龙，可以横扫一切阻碍。而三大猎犬再次被我的力量震惊。去吧，一刀斩！剑气化作一股无形的力量，直朝剑杯袭去。见此一幕的阿塞恩也是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此刻的剑杯上出现一条难以形容的沟壑。台上的审判官已然傻眼，因为他从未见过如此逆天的觉醒者。西奥拉格纳成功通过测试，现场的观众议论纷纷，这真的是第一次觉醒就能留下的痕迹吗？与此同时，对话框提示：恭喜你解除身上的诅咒，我终于可以和大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了。此刻很多人都对西奥产生了兴趣，梅花公主想直接收他为徒，尤利乌斯则是顿感不妙，因为他知道其他人会将你抢走，而前两任的家主也对他产生了兴趣，这是我没想到的。得到了希尔达的关注，他手里有一颗加鲁达之心，如果我能得到它，实力一定会高出一个层次。随着仪式的不断进行，剑杯上留下许多大大小小的剑痕，不过除了三大猎犬外，其他人留下的痕迹只能是刚过合格线，而目前为止没有人的剑痕能与西奥的媲美。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人，猎犬之首的黑虎阿塞恩。此刻的众人议论纷纷，但他们觉得他现在也不是西奥的对手了。听到这些闲言碎语，阿塞恩很是生气，在拿到魔力丹后，他便直接服下，但他没有选择停下吸收魔力，而是直接挥剑朝剑杯砍去。见此一幕的审判官连忙阻止，因为这跟送死没什么差别。而阿塞恩的剑气犹如血红色的巨龙，狠狠地撞击在了剑杯之上。审判官也没想到今年的觉醒仪式让他连续吃惊好几次，因为留在上面的剑痕几乎与西奥的无异，而台上的观众也分辨不出到底谁输谁负。这样的话，只能由长老们评分决定。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流逝，第一次觉醒仪式到此结束，而第二次仪式将在3天后进行。最后就是公布大家期待已久的排名环节，第一次觉醒仪式的首席剑客是。而他正是我们的西奥拉格纳。家族元老给他的评分是满分，因为不管是技巧、魔力、控制以及速度，都已经达到了满分的水准。闻此的吃瓜群众纷纷惊掉下巴，因为他们之前最看好的阿塞恩竟然输了，而且他的剑痕深度和托尔克尔少爷差不多。托尔克尔是5大候选人之一，据说是最接近下一任家主的人选，而阿塞恩则是第2。虽然他也是获得了满分，但他的剑痕比西奥的短了一些，因此被判为第2名。剩下的排名分别是第3名雷明顿、第4名雷伊、第5名霍尔库斯。本次觉醒仪式共87名学员合格，而3天后将在东山进行第2次进行仪式。自此，第一次觉醒仪式到此结束。画面一转来到晚上，为了庆祝西奥荣获第1，大家纷纷给他献上了祝贺。得到大家的祝贺，西奥也十分感谢。但这一切还没有结束，他的目标是让第4训练场所有人一起通过第2次觉醒仪式，而这一切的功劳也多亏了伊芙琳。毕竟有一位好老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雷明顿作为一个一路过来的见证者，他感到不可思议，但同时他也感到十分的羞愧，因为他之前明明领先了那么多。见此，我则是示意他不要否定自己，毕竟这次我只是侥幸而已。对于朋友来说，这些所谓的排名真的重要吗？闻言的雷明顿好受许多。的确如此，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跟随西奥的步伐。时间很快就来到3天后，第2次觉醒仪式的时间所剩无几。剑客首席的位置前世我连想都不敢想一下，虽然不是在实战中打败阿塞恩，这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样。不过这一切仅仅只是个开始，打败伦登这个小喽啰根本不够，我真正的敌人是特洛伊和阿塞恩，前世的痛苦定要他们亲自尝一遍。紧接着我拿出了之前没有研究的巢穴指南针，从踏上这里开始，它的方向就指在了东山山脉上。我很好奇它指的巢穴是什么东西，现在只能等觉醒仪式的时候探寻一番了。就在这时，我察觉到了一股异样的气息，下一瞬躲在暗处的人便丢失了视野。当他察觉是一把利刃已经对准了他的喉咙，你是谁派来跟踪我的？就在我准备动手时，他连忙求饶，原来他是疾风舰队的队员，所以他是来邀请我加入吗？没想到这么快，可接下来的话让我顿时傻眼，因为他们队长想给我一次参加考试的资格，不是来邀请我加入，而是让我参加考试。没错，你也知道我们疾风舰队的威名，给你这个机会足以证明我们的诚意。话音未落，一道声音就打断了他。疾风舰队的果然都是一群笨蛋啊，我们黑色铁骑队比他们好10倍。来人正是黑色铁骑队副队长鬼火爱阳。可还没等他说完，下一瞬又有4个人直接空降到他面前，因为他们怕再晚一步西奥就被抢走了。
黑剑团、执法堂以及巡查队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这可把艾阳愣住。要来抢人也要先排好队好吧？这都是什么事啊？还是趁现在快溜吧，不然会很麻烦的。突然一片梅花飘落在我眼前，虽然别人可能会说我太贪心，但是想要得到人才的欢心，被人骂也不是什么大事。来人正是梅花宫公主剑龙罗莎，拉格纳的第一夫人居然亲自到这里，而她的目的也跟前面几人一样，为邀请西奥而来。与此同时的另一边，此刻的阿塞恩依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所有和他对练的人都被他无情斩杀，只有这样他才能发泄心中无尽的恨意。脑中西奥一次次的超越历历在目，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赤裸裸的挑衅。西奥拉格纳，不除掉你我誓不罢休！愤怒如同狂风暴雨般席卷他的心灵，杀红眼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掌控一切的战士，而是一头失控的野兽。紧接着一个人缓步来到训练场上，阿塞恩很快就注意到身后的动静，不过杀红眼的他不管来人是谁，直接就把剑朝身后射去，殊不知来人正是他的舅舅。面对气势如虹的剑，特洛伊仅仅只是用3根手指就接下了，真是窝囊！难道在这里撒气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闻言的阿塞恩才冷静下来，随后他便带阿塞恩去一个地方，因为特洛伊要在第2次觉醒仪式前教会他杀死西奥的方法。见此一幕的众人纷纷傻眼，他们没想到梅花夫人会亲自拜访西奥，现在无论他们拿出什么条件都将显得黯淡无光。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一道空间结界瞬间就将两人隔离了，所以梅花夫人是打算亲自教他剑法了。随着外面的结界消失，我就被带到了一片虚无空间。梅花夫人的成名绝技，在一定范围内创造一个完美的隔离空间，这还是我第一次感受这个技能。我终于明白我受欢迎的程度了。梅花夫人知道，如果恶龙发现后一定会暴跳如雷，但是没有人能阻止他送礼物。闻言的我很疑惑，他说的礼物是指什么？与此同时，梅花夫人缓缓拔出她的佩剑，虽然家主的剑法很厉害，强大无比，可以焚尽世间万物，但我和他不一样，我的剑有无数的变化，可谓无极之道，所以梅花夫人是打算亲自演示她的剑法了。此刻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的每一个动作，我感觉到剑尖划破空气的细微声响，那是剑锋与空气摩擦的旋律，她已经将剑的力量完美融合，每一剑都有其独特的剑意和境界，这便是她的梅花剑法第一式仙女丧花。而我也被她的剑法深深震撼，因为她的剑法中蕴含了120次变化，所以就纯粹的剑术而言，她甚至在家主之上。如果我能把我刚刚看到的吸收和应用到我的一刀斩上，我的剑技将会得到很大提升。梅花夫人做完这一切，结界也随之消失，紧接着她便示意我，如果想学习后面的剑法，在觉醒仪式结束后去梅花宫找她。此刻的几人也是非常好奇梅花公主教了我什么，而我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了。成为梅花夫人的徒弟，加入白甲龙骑队，这也许不会冲突吧？看来我要重新考虑这些事情了。不过眼下还是先完成第2次仪式。东山山脉延绵数千里，从温特拉到恶魔之海，拉格纳作为这片地区最强大的家族，承担了保护人类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这里被选为第2阶段的地点。现在这里的学员大部分是剑客学徒，考试区域被限制在山脉的内侧，毕竟恶魔之海的魔物不是他们能够应对的。而这次测试的时间维持15天，每个魔物身上都挂有不同颜色的铃铛，红橙黄绿蓝靛紫7种不同颜色，其中紫色为最高级，他获得的分数也是最高的。不过监考官提醒他们，紫色不是他们一个人能应对的，狩猎方法完全由个人决定，不管用什么方法，唯一重要的是在考试结束前把铃铛带回来。考官故意强调这些是在提醒我们，不只是单单猎杀魔物，也可以抢夺别人的猎物或铃铛，这正是拉格纳的生存法则。紧接着考官拿出了一个盒子，在安全区内埋藏了重要的补给，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东西。随着他的一声令下，第2次测试就此开始。西比尔想着收集一些补给，然后找西奥会合，而霍尔库斯只想猎杀魔物，这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阿塞恩则是盘算着他心中的计划。特洛伊已经在里面设置好了陷阱，只要他能将西奥引过去，就可以将他永远留在那里。然而雷伊已经注意到阿塞恩的异常，他知道阿塞恩一定是在密谋什么。就在我准备进入山脉时，雷明顿却叫住了我，因为有一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他很久，朋友和对手他不知道该如何抉择，一种渴望已经在他内心扎根，战胜强者的欲望。而我则是笑了笑，因为我很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感觉。紧接着我便叫住了他，其实我同样也将他当作对手和朋友。听到我叫他老雷，雷明顿很是高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尝试在第2阶段打败我。作为一个好朋友以及强大的对手，他感到很荣幸，而我也同样希望能和他再次较量。没想到雷明顿现在已经把我当成目标了，这也许就跟我当初一样，想变得更强就要追随强者的步伐。不过眼下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寻找指南针标注的巢穴。就在我与雷明顿告别后，我便踏上了寻找宝藏的旅途。很快我就来到了东山山脉的尽头，可指南针却是指向地下。难道我要钻到雪地里吗？很可惜我没有带铁锹在身上，如果用月白剑刨地，外婆见了会不会打死我？而此刻的月白剑已经瑟瑟发抖，大哥不带这么玩的吧？忽然我察觉到了几道异常的气息，随后我将手缓缓放到月白剑上，而月白剑还以为我真要用它刨地，可下一瞬我却是快速拔剑，然后朝身后挥出一道凌厉的剑气，一旁的树林被削出了一个缺口，出来吧，别躲躲藏藏了。而后一个男人轻笑一声，竟然被你发现了。原本他们想一直跟在我后面，等到我虚弱的时候出手解决我。3人正是布克山的3个败类，海德、卡奥以及伦，他们在执行任务时以意外事故为幌子杀戮平民，而他们也是在拉格纳手底办事。因为我在情报部
部工作室亲自收拾残局。我至今都无法忘记他们在布克山村犯下的罪行，1000多条人命死在他们手上，并且完全无法掌握死者的身份，因为所有尸体的头部都被粉碎了。我以为我会在某个时候解决这3个败类，没想到现在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而且还是跟踪我。随后我便打算先从他们身上套点情报。所以是谁派你们来的？海德十分傲慢，像你这样的数字当然是想象不到的上级。听到这句话，我就已经猜到幕后黑手了。当几人听到我道出元老沃尔夫冈时，顿时愣住。完蛋了，他怎么知道的？除了那个家伙，还有谁会对数字这个身份戾气那么重？看到慌张的卡奥，海德示意他不用担心，毕竟一个将死之人而已。紧接着他把剑指向我的头颅，今天心情好，一次就将你的脑壳敲碎。然而此刻我却是面不改色，不料下一秒3道剑气径直朝他们脖子袭去。见此一幕的3人根本来不及反应，而这正是我融合了梅花夫人的剑法领悟到的招式。今天我心情也好，毕竟你们的脑袋都送上门来了。伴随着他们头颅掉落在地上，3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被扼杀在摇篮里。这3天我一直在练习梅花夫人的剑法和一刀斩，现在我一刀能同时打出3道剑气，我不敢想象当我一次能挥出120刀是什么场面。不过那些都是后话了，眼下先把战场打扫干净，然后再想办法进入底下。就在我将他们的头颅丢下山崖后，我却是听到了落地的声音，于是我旋即回头查看，发现在空中有一排透明的扶梯，所以我要找的入口原来在这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阿塞恩在排名上遥遥领先，并且有手下有21个人，排名第2的则是雷伊。闻此，尤利乌斯便询问西奥的排名。当得知此刻西奥还是0时，他很是疑惑。梅花夫人示意他不用担心，也许是因为有什么事情耽搁。然而沃尔夫冈却是很得意，并不是说在第1轮崭露头角，在第2轮也一定会这样，特别是像他这样的数字更不用说。他也没想到随便派的混混竟这么利索。看着元老的反应，特洛伊猜到这件事和他有关，紧接着沃尔夫冈便给特洛伊传递信息，如你所见，事情都解决了。这让特洛伊顿时愣住，靠了，这该死的疯老头没有经过同意就私自动手，他的计划彻底乱了。因为特洛伊把玫瑰宫翻找了一遍，却没发现太古龙的遗物，所以他猜测在西奥手上，要杀他至少要在得到线索后再动手。此刻特洛伊比任何人都希望西奥活着，而梅花夫人也看出了这2个家伙在密谋什么。我想我们也需要给他制定一个安全保障。尤利乌斯知道西奥不是那种会手忙脚乱的人，所以现在应该有隐情吧。但是你瞒着我单独去找西奥这件事情可不能就这么算。而此刻我来到了悬崖上的一个山洞内，这里布满了尸骸，并且有很多精神类的陷阱。不过幸好我通过了月白剑的考验，精神力比普通人的要强势一点。就在踏进里面的瞬间，我感觉我的精神力得到了扩展。这里就是指南针指的巢穴了，3年后被黑雪发现传奇道具的地方。现在我只能将它带走了，但是机遇总是会伴随着危险。当我打开洞府后，却是被里面的景象愣住，因为这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个幼龙巢穴，而是一条远古巨龙的洞府。看着趴在金壁上熟睡的巨龙，我连大气都不敢喘了。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我寻找阿蒙的魔法书也只能到此为止了。不过我很疑惑，3年后的是谣言吗？还是我现在来早了？不管怎样，还是先离开这里吧。很可惜，我得在黑雪发现前再来看看。就在我离开的时候，突然察觉到身后传来异动。当我回头看去时，发现巨龙此刻正注视着我。好久没有人来到这里了。天选者，我是远古巨龙罗德布洛克，你们拉格纳家族应该有记录，我是东山山脉的守护者。闻此我顿时一惊，旋即便给予了最崇高的问候，因为他正是拉格纳的先祖。闻此的罗德布洛克很疑惑，守护龙是我们始祖西格尔德的伴侣，难道您不是2代家主弗里德雷夫的母亲吗？此刻的巨龙很是惊讶，弗里德雷夫，看来那个流氓在胡说八道，原来他和西格尔德确实互相称对方为伴侣，那只是表示对灵魂交流受陷弱者的尊重而已，和他之间一点也没有那种感情交流。你不会以为高贵的龙族会和人类繁衍吧？而此刻到我蒙圈了，那拉格纳身上的龙族血脉该如何解释？罗德布洛克解释道，那是因为我和拉格纳签订了契约，共享了龙之血。就当我想继续问下去时，罗德布洛克直接制止了我。接下来就是进行对天选者履行守护龙的义务，来到这里将获得3次提问的机会。闻言我的内心暗自窃喜，幸好不是对他发起什么挑战之类的。有了这次机会，我将更大程度的了解拉格纳家族。与此同时的另一边，阿塞恩还在不断的猎杀魔兽，现在他已经杀了57头了，遥遥领先于所有人。紧接着他便询问关于西奥的踪迹，但没有任何人知晓。而小弟猜测到他应该是害怕躲起来了，我们不需要害怕这样的人。然而下一秒，阿塞恩就掐住了他的喉咙。你的意思是我害怕他？阿塞恩对西奥的恨已经到了极点，恨不得他马上出现，这样他就有机会将他解决了。就在这时，另一名小弟带来了特洛伊的信息，他们的计划要尽快实行了。闻言的阿塞恩才冷静下来。西奥，我一定要手刃了你这该死的家伙。画面一转，此刻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到了第一个问题，而无聊的罗德布洛克差点睡了过去。我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罗德布洛克知道我是想通过提出根本性的问题，了解隐藏的背景知识，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之所以会停留在这里，是因为北海岸内存在着一个怪物，他的名字叫无名君主，在这里的任务是保护世界免受他的伤害。我刚才的感觉没错，罗德布洛克提到那个名字时，我在他的眼中感受到恐惧。这个无名君主让一个统治了1000多年的远古龙王害怕，有这种可怕的东西存在吗？虽然很想问，但有一些事情必须先弄清楚。紧接着我问第二个问题，太古龙的遗物是什么？随后罗德布洛克夸赞我运气好，得到了3件宝物，这让我很疑惑，山茶花弓的副本以及月白剑，还
还有一个是什么？为了保护人类，太古龙帕夫尼尔把神魂分为31块。太古龙的遗物对形态没有限制，可能是物品或是一种经验，也可能是奇怪的现象。闻此我才幡然醒悟，我拥有的最后一件遗物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些景象，被称为回归的东西。如果是太古龙制造的全能就能解释了，但我感觉很奇怪，在太古龙的遗物中一定有守护遗物的守护兽，但回归中却没有这样的龙。也许答案就在最后一个问题里。我最后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会被选中？如果为了对付无名君主，那怎么会选择我这种没有才能的人？只见罗德布洛克一脸严肃地看着我，因为这也是他的问题。你觉得只有你被特别选中吗？闻此我内心猛然一震，他的意思是遗物选中不只是一个人，艾德、基尔松、黑龙，他们都知道遗物并想收集他们。如果他们也被遗物所选择，也许他们和我一样在使用同样的信息，甚至可能是回归者。虽然向世界的真相迈进了一步是对的，但反而变得更加复杂。连远古巨龙都感到恐惧的无名君主，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回归者。紧接着罗德布洛克打断了我，接下来就是选取奖品的时间。我本来想要阿蒙的魔法书，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要得到更好的东西，是所有东西加起来都无法比较的东西。如你所见，这里收集了世界上所有的宝物，只要在巢穴里的我都可以给你。虽然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但只能冒一下险了。请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想要的是罗德布洛克。闻此的罗德布洛克顿时愣住，小子，你再说一遍。当罗德布洛克听到答案后顿时愣住，几千年过去了，你们家族的臭毛病真的是一点都没改啊。不过我当你说的是玩笑话，现在请说出你想要什么。而我并没有因此选择放弃，答案刚才我已经说过了。罗德布洛克的眼神瞬间变得犀利起来，小子，我跟你没有开玩笑。对此我也给予了肯定。下一秒，一股强大的气场从他体内爆发。敬酒不吃吃罚酒，想用文字游戏来获得这里的宝物和我的知识吗？然而我并没有要躲避的意思，因为我知道这是来自守护龙的考验，无论如何我都要选择撑下去。此刻罗德布洛克使用的是小型龙威，没想到我会用龙威来对付你这种人。紧接着我便质问他，你说过如果这个龙巢里的宝藏无论什么你都会给。罗德布洛克不是也属于宝藏内的吗？虽然我现在受了很严重的内伤，但我依然在咬牙坚持，毕竟他值得我拿命来赌。与始祖西格尔德一起创造拉格纳的守护龙，能够成为他的伴侣，比任何东西都强的正统性证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这是绝对不能错过的机会。请把罗德布洛克给我，这是您给我的承诺，请和我成为伴侣吧。见此一幕，罗德布洛克眼睛闪动了一下，因为他好像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犹豫片刻后，罗德布洛克就收回了威亚。没想到你竟然撑下来了，还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啊！旋即罗德布洛克便褪去了龙形态，随后一个黑发女子的身影慢慢浮现在西奥面前。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我打算给你一个机会。虽然过去了几千年，但罗德布洛克看上去依旧是风韵犹存，因为此刻的西奥已经看傻眼。怎么样，被我的身体迷住了吧？而我也注意到了他的身体有一个缺陷，他的心脏好像不见了。原来他在50年前就失去了龙之心，现在他最多还能活3年，因此也无法离开龙巢。也就是说，我对你没有任何直接的帮助，所以你还是要坚持你的选择吗？虽然我不知道原因，但这是我用命换来的机会。随后我肯定地回答他，我的答案还是一样。而罗德布洛克也没再说什么，也许这就是天选者的资质吧。与此同时的对话框提示，成功选择了拉格纳的守护龙，获得守护龙伴侣的称号以及始祖的后代。我以后会变得更强，会得到更多的古龙遗物。对此我也向他做出了承诺，我一定会找到能代替你失去的心脏的东西。如果是远古龙的遗物，也许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心脏。而我的回答罗德布洛克也很是满意，这样才符合守护龙伴侣的称号。以后请多多关照了。新的伴侣。紧接着他便示意我，在没有找到替代心脏的东西之前，只能选择在这里冬眠了。不过眼下却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为了跟我建立精神连接，现在需要你将这本书读完，然后开启雷门，也许1个月左右就可以将它完成。当我看到书本的封面时，顿时愣住，这就是我寻找的阿蒙的魔法书，还真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上面记录了10几种高级魔法，会对我接下来的修炼提供很大的帮助。不过我注意到罗德布洛克刚才说需要1个月，但1个月的时间太久了。随后我便告知他我目前的处境，难道我不能在觉醒仪式结束后回来再读吗？而罗德布洛克用余光扫了我一眼，不是不行，而是不允许。那么轻易的得到就没多大意思了。在觉醒仪式前必须要打开雷门，否则我是不会让你出去的。闻此我顿时愣住，现在的学员应该都在努力的猎杀魔兽吧，因为离结束日期还有30天，在那之前我真的可以开启雷门吗？时间回到觉醒仪式结束前3天，特洛伊特地给阿塞恩打造了一个魔物召唤珠，这颗珠子封印了大量的魔物气息，其作用就是为了不让魔物靠近。但如果将召唤珠捏碎使用，它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召唤魔物。很快一头巨大的魔物来到特洛伊身后，但这些魔物在他面前就如同蝼蚁般存在，仅仅只是一道气场就将其消灭。所以特洛伊想让阿塞恩使用魔力珠控制所有的魔物，那么西奥别无选择，只能去寻找魔物了。而阿塞恩明白特洛伊的意思，你的意思是用珠子去引诱西奥那家伙，但特洛伊示意他还不够，即使杀掉他也可以，因为无法从他口中得到玫瑰宫遗物的线索。而此刻的阿塞恩很自信，抓到他严刑逼供不就行了？但特洛伊直接提醒他，现在你和西奥的实力差距没有那么大，制服他并对他进行拷问是不容易的。不过他倒是有很多没用的胆气，
第4训练场的杂鱼把这些家伙的生命当作人质，要求他们提供有西奥的信息会更容易。而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2次觉醒仪式结束前12小时。别说西奥要找魔物了，这半个月就连他的一根毛都没发现。费利克斯得到消息称有3个混混找过西奥，会不会他已经被处理掉了？现在还不出现，按常理上说不过去。梅花宫见习检察官费利克斯的话让阿塞恩很是不爽。对于梅花宫的前景来说，你真是个垃圾，难怪你会对梅花公主找他耿耿于怀。因为这件事让费利克斯很生气，所以他才会参与抓捕西奥。你这个该死的家伙竟然用这个来刺激我！看着所剩的时间不多，阿塞恩只能使用大招了。既然你想躲，那么我硬是让你出来。阿塞恩立即召集所有的龙灵会成员以及加入他的梅花宫成员，寻找第4训练场的杂鱼，见一个杀一个，直到西奥出来为止。而他们的行动正好被路过的雷伊发现了。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第4训练场的人正在猎杀魔物，西比尔和伊奥德几人都取得不错的成绩，不过他们也很疑惑，比赛时间就剩下半天了，可还是没有发现西奥的身影。但他们心里清楚，西奥一定是在处理比考试还要重要的事情。还没等几人反应过来，西比尔便被一刀贯穿了身体。他们正是龙灵会的成员，伊奥德也没想到都是拉格纳的附属家族，竟然会刀剑相向。要怪就怪你们的西奥少爷吧，毕竟我们只是想让他出来而已。与此同时的罗德布洛克洞府，此刻的罗德布洛克很是惊讶，没想到你真的成功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打开了雷门，这都多亏了我以前获得的情报。要唤醒阿蒙的魔法书，魔力数量和质量才是最重要的，并且我同时拥有远古龙之心和丹田，比别人快2倍以上是理所当然的。此外我还获得了2个新技能，可以使用罗德布洛克的一个技能，以及狩猎同步，它能够使用心灵感应移动物体，这样才能称之为合格的伴侣。接下来你只需要多加练习就可以使用它了。随后罗德布洛克示意我，等到了一定的境界也能听到他的声音，另外就连他的力量也可以调用，但前提是需要他获得龙之心，而他的寿命也剩下不到3年了。闻此我自信满满的回应他，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此刻的罗德布洛克虽然眼里都是不舍，但他还是要与我分别了。守护龙的任务到此结束，期待我们的下次见面。我千年来的新伴侣。画面一转我就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不过现在只剩下12个小时了，我该如何获取第一？如果用常规办法肯定是无法完成的，那么最快的方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直接抢别人的铃铛。上一次也是阿塞恩得到第一，想必这一次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只要我从阿塞恩手里抢过来，第1名不就是我的了？虽然要战胜阿塞恩并不容易，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了身后出现了一个人，终于找到你了。见此我内心猛然一震，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让我很疑惑，难道他是遇到强大的恶魔了吗？不过我知道雷伊不是那种会轻易却惹自己解决不了的存在，但是为何很快我就注意到他胸前的伤口，所以这是被人伤的。然而还没等我说什么，雷伊就劝我往西边走。此刻雷伊也因为体力不支无法支撑身体，但好在我将他扶住了。就在我的手触碰到他剑的一瞬间，一股意念传入我的脑袋，这是雷伊之前受伤的记忆片段。就在刚才，雷伊发现了阿塞恩的计划后，就悄悄地跟了上去。他们将第4练武场的大部分人都抓了，因为这是吸引西奥来这里的好办法。见此的阿塞恩便质问一旁的手下，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回来？只需要带2、3个就可以了，剩下的人全部解决。就当他准备动手时，雷伊却是站出来制止了他，但阿塞恩依旧是用一副藐视弱者的眼神，这不是雷伊吗？而雷伊提醒他这种行为已经越线了。不过阿塞恩可不管这些，我还是劝你少管闲事。当雷伊拔出剑的那一刻，阿塞恩是彻底怒了，所以你也是站在那个垃圾的那边吗？紧接着雷伊便持剑朝他袭去，然而仅仅只是一击，排名第3的猎犬就这样被阿塞恩击败了。毕竟他可是真正的猎犬之首。到了这里，因为我的精神力不够，记忆就断了。那该死的家伙为什么要抓第4训练场的学员？虽然雷伊疑惑我是怎么知道的，但还是将事情简单叙述了一下。阿塞恩找你找红了眼，所以便将魔爪伸向了你的朋友。这该死的阿塞恩，你这辈子也没放过我呀！但我也不再是被欺负的废材了，所以他在什么地方等我？与此同时，阿塞恩的手下发现了西奥的身影，他突然出现在北边悬崖的尽头。他现在正在和雷伊确认情报，应该很快就会靠近这里了。闻此的阿塞恩十分兴奋，西奥，你终于肯出来了，我要让你知道废物是永远不可能超越我的。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破了他的臆想，别忘了我们的约定，你不需要直接面对他，只要通过人质掌握遗物的线索就可以，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在我们处理这家伙的时候，请用召唤球转移周围监督官的视线。虽然阿塞恩表面上点头答应了，但他内心却是10000个不服，因为他觉得西奥的小命只能由他来终结。而雷伊听到我要找阿塞恩后就阻止了我，因为他知道机务局所属的监督官也和阿塞恩是一伙的，即使是你，西奥也无法处理他。这已经不再是考试竞争，而是专门为了猎杀你的陷阱。所以雷伊希望我去找认识的考官解决问题，但我知道阿塞恩的性格，他是真的会将那些人全部杀光的，所以请告诉我他们的位置在哪。但雷伊依旧是不肯开口，因为他知道阿塞恩的实力，以西奥目前的实力，就算是去了也不过是送死。但此刻的我眼神却是十分坚定，我不想再失去我的朋友了。对雷伊来说，拉格纳的生存法则亦是如此，弱者只能活在强者的刀刃之下，所以不可能没有牺牲。我知道对拉格纳来说，友谊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存在，但是
世，你不是也选择站出来了吗？回想起上一世的种种经历，玫瑰宫被烧毁的画面，就因为我是拉格纳最无能的垃圾，我已经受够了被人欺负，所以不会再让过错犯第二次。当雷伊抬头看去，却发现此刻的西奥有一股特别的气场。请把位置告诉我，阿塞恩在哪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雷明顿来到了第4训练场的集中营，然而这里却是杂乱无章，空无一人，并且还有很多血渍。这种情况看起来不像是遇到恶魔，倒像是遇到了大麻烦。也不知道西奥现在是什么情况，但是作为他的朋友，雷明顿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紧接着他便叫住了霍尔库斯以及艾瑞卡，我需要请2位帮我。就在我从雷伊口中得知具体位置后，便立马赶了过去，但这一路上却是有很多血怪阻拦，现在我没有闲工夫跟他耗下去，于是我直接拿出了月白剑，相信西比尔和其他人质很可能是安全的，因为这一切都是特洛伊安排阿塞恩，想必他应该已经准备好了，不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就干净利落的杀死我的计划了。机务处的监察人员正带着阿塞恩挖好陷阱等我过去，至于隐藏在后面的那些人，是为了防止阿塞恩的异常情况。尽管如此，我仍然需要快速行动。阿塞恩本来就是一个难以控制的变数，不过我多多少少还是知道他的性格，也正因如此，目前的局面对我来说并不算坏，毕竟他手里可是拥有最多的分数，而身后的雷伊则是默默地跟在后面，因为他认识的那个西奥永远都是这样的人，总是一个人独自承受，但这一次不一样了，因为雷伊会帮他的。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西比尔正试图发出让西奥不要过来的信号，然而迎接他的却是无情的一脚。阿塞恩恶狠狠地瞪着他，随后直接拔出腰间的佩剑，再敢发出声音我就砍了你。见此，身后的检察官提醒他不要制造不必要的变数，毕竟这是特洛伊处长交代的事情。阿塞恩虽然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为了杀死西奥安排的4名高级剑客，舅舅终究是认为我赢不了那个家伙吗？我怎么可能会输给这样的垃圾？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随后阿塞恩将头缓缓抬起，你终于舍得出来了，西奥拉格纳。此刻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将目光看向了第4训练场的学员，他们全身都是伤痕累累的。随即我看向了一旁的龙灵会成员，这些应该是他们的杰作，不过始作俑者是前面的家伙。阿塞恩依旧是坐立不动，等你很久了。很快我就注意到他身下的西比尔，看样子他应该是受伤最严重那个，这让我心中的怒火一点点的燃烧起了。而阿塞恩也是蠢蠢欲动起来，但一道声音很快就将他拉回现实。阿塞恩，我们需要按计划进行。闻此，阿塞恩深深地呼了口气，随后便放下手中的剑。现在的情况你也大概了解了，如果你想救你的朋友们，就去玫瑰宫。然而我却是直接打断了他，你是在害怕吗？而阿塞恩的怒火瞬间就被点燃了。你说什么？见此，我更是做出一副蔑视的表情。你怕会输给我吗？不是那样的话，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我因为害怕而积攒了一堆乞丐，所有那些炯炯有神的眼睛都在暗处盯着我，甚至上演了卑劣的人质戏码。是不是因为担心输给我才这么做？难不成4大猎犬之首的名头是哭出来？此刻的阿塞恩后槽牙都快咬碎了。紧接着我直接用剑指着他，如果不是的话，就用拉格纳的方式解决问题。当然，前提是你还有一点自豪感的话。阿塞恩恨不得马上将我撕碎。如果我输了，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包括我的脖子。我赢了就将他们都放了。阿塞恩旋即大笑起来，因为他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拉格纳的垃圾居然邀请我斗剑，还真是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你真的觉得我害怕你吗？看到情况不对劲，身后的监察官立马提醒阿塞恩，但阿塞恩直接就让他们闭嘴。很好，西奥拉格纳，我接受你的斗剑。果然，他的性格还真是一点没变啊。暗藏的帮手对此无可奈何。如果阿塞恩执意这样，他们只能将他排除在外了。这是自豪的拉格纳的剑斗，在剑斗结束之前，谁也不能动地面上的人质。当他拔出剑的那一刻，我旋即朝他发起了进攻，但阿塞恩直接架剑挡住了我的攻击。对此我给予了感谢，那就不用拖延时间了，直接开始吧。紧接着我再次挥剑朝他扫去，剑刃碰撞的一瞬间产生了激烈的火花。一个半斤八两的庶子能有什么本事？而后他的剑不断朝我砍来，就让我来让你看看什么才是拉格纳的真正力量。阿塞恩直接使出了一击天龙咆哮，看着来势汹汹的剑气，我并没有要躲避的意思，那我也让你看看我的独门绝技一刀斩。随着我挥出3道攻击，阿塞恩的技能直接就被我破解了，这让他感到不可思议，而我则是笑了笑，你的技能够熟练了吗？见此一幕的奥瑞恩顿时一惊，因为第一次觉醒仪式的时候他还半信半疑，西奥那家伙真的有这种实力，如果再这样下去，阿塞恩的排名迟早会被挤下去。此刻他正想着要不要现在直接背刺阿塞恩投靠西奥，毕竟阿塞恩总是自以为是，这让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很快他就想到了隐藏在背后的那些监察，他想先吸引其他监察的注意，于是他立马让龙灵会的成员散开，这里就交给阿塞恩，其余人各自行动。与此同时的阿塞恩想起了小时候叔叔告诉他必须要登上拉格纳的王座，因为现在的拉格纳只是一个空壳。为了你的母亲和特洛伊家族，此刻的阿塞恩不得不承认西奥确实变强了，但是想要打败他还远远不够。紧接着阿塞恩再次发起了进攻，一击劈砍朝我的上空落下，尽管阿塞恩用力压着长剑，但始终还是被我格挡住。殊不知我已经提前预测了他的动作。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西奥出现的消息传回到了长老部，尤利乌斯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我就知道你小子会没事。但沃尔夫冈就愣住了，这是什么情况？他不是被那些地痞无赖解决了吗？特洛伊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虽然不知道到现在为止他都做了什么，但是现在按照我的计划去做就没什么问题，只要获得远古龙遗物的线索后，就可以让监察出手将他除掉了。可就在这时，前方再次传回了消息，阿塞恩和西奥正在展开剑斗。闻此的特洛伊直接傻眼，该死，这是怎么回事？与此同时，我使用了月白剑独有的剑技，同时打出了4道残影。阿塞恩知道其中
中蕴藏着很大的奥义，不过都被他一一化解了。如果凭这些就想击败他还远远不够。就在这时，阿塞恩察觉到我的动作变慢了下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好机会。旋即反手一挥，一把利刃就从他的手里朝我飞来，竟然是头剑，这让我不得不回想起上一世我被杀的时候。此刻第4训练场学员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般的剑法都是固定的招式，他只是告诉对方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所以阿塞恩通过这个预判了我的位置，而我上一世就是死在头剑之下。当时我没能看清楚那个家伙的脸，但是我现在已经确定了，我死的那天不知道是谁烧毁了母亲的玫瑰宫，因为我没有任何力量阻止。但幸运的是伦登帮我摘下了面具。伊芙琳的调查表明伦登和山茶花宫的特洛伊有很深的关系，所以我推测是他干的。头剑这种独特的招式，因为可能会让你失去武器而不能战斗，在亲眼看到之前我还不能确定，但我现在已经确认了，杀死我和第4训练场学员的人就是阿塞恩。当我徒手将剑捏碎，让他很是震惊。与前生不同，这一次我和第4训练场的学员都不会死。紧接着我将阿塞恩的断剑掷出，但他只是一个侧身就躲避了攻击，这让他很疑惑，因为他觉得我模仿的并不像他的招式。可当他再次朝我看去，却是顿时愣住。只见一股强大的气场从我的体内爆发。阿塞恩察觉到这不是单纯的杀气，那家伙该不会在第一次觉醒仪式上隐瞒了实力吧？下一瞬我就消失在他的视野中。当他反应过来时，我已经出现在他身前。随着我的一击横扫，阿塞恩被击退了数十米，还没等他站稳脚跟，我的剑再次朝他的身前劈去。阿塞恩再次格挡住了，但同时他也出现了破绽，旋即我手中的月白剑猛地朝他刺去，虽然没有切下他的脑袋，但他的脸颊却是被划破了。紧接着我直接嘲讽他，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展现拉格纳的力量了？闻此的阿塞恩十分恼怒，你这该死的家伙！与此同时，他抓住了我未能及时收回的手臂，随后利刃朝着我的脑袋刺来，所幸只是擦破了我的肩膀。就在这时，我一跃而起，一脚踹在他的腿部，很快我就与阿塞恩拉开了距离，但我的攻击还没有结束，下一瞬我便再次消失在他的视野里。这一次我比刚才的快了很多，让阿塞恩都还没来得及反应，我直接就将他的长剑从手里击飞。阿塞恩，你知道被剑从肚子洞穿的感觉吗？随后月白剑直接朝他的肚子刺去，这一次阿塞恩是真的开始慌了。就在雷明顿来到第4训练场的集中营时，发现他们被人绑走了。根据他的推断，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只有阿塞恩了，应该是为了引出西奥，将他们绑做人质，在第2次觉醒仪式结束前除掉他。闻此的霍尔库斯很是生气，阿塞恩还真是一个卑鄙的家伙呀。但艾瑞卡并不这么认为，毕竟这里可是拉格纳，出现这种情况反而很正常。而雷明顿沉默片刻，所以我不喜欢拉格纳，无论你有多强大，这种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艾瑞卡觉得雷明顿说的话很危险，毕竟这里可是拉格纳家族，但雷明顿并没有过多在意。接下来我要去救我的伙伴了，如果有你们加入，那么就再好不过了。霍尔库斯直接就同意，但艾瑞卡好像并不感兴趣。我当初跟着你也是因为觉得能见到西奥拉格纳，此外我不喜欢软弱的男人，所以我不想拯救他们。霍尔库斯随即询问艾瑞卡，姐姐你是害怕了吗？这让艾瑞卡顿时愣住。与此同时，雷明顿叫住了他，我知道你想见西奥的原因，如果这次能帮助我，相信对你的目的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西奥不会让你失望的。随后三人便朝龙灵会的地盘移动，希望现在还来得及。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几人，各位到此为止吧。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雷明顿看去发现他们是龙灵会的成员，好久不见了雷明顿，离开我们跟那个垃圾战队，现在竟然和那些愚蠢的熊混在一起了。闻此的霍尔库斯很是生气，该死的家伙，随即就是一顿疯狂输出。奥瑞恩让开吧，我不想和老朋友动手，但奥瑞恩果断地拒绝了他。雷明顿知道这一场战斗是避免不了了，旋即拔剑朝几人袭去。与此同时的另一边，西比尔弄得了一把断剑，原来就在刚才西奥和阿塞恩战斗之时，他将断剑丢向阿塞恩，当时的阿塞恩并没有过多在意，殊不知断剑的目标并不是他，而是他身后被捆住的人质。西比尔知道这是西奥故意丢过来的，此刻的西比尔正一点点切断绳子，而另一边两人的战斗却出现了3个人的身影，本该刺向阿塞恩的剑却被格挡住了。随后一个穿着斗篷的剑客出现在两人面前，那些监察他们还是选择出手了，他们正是本次觉醒仪式的考官，同时也是特洛伊班的人。抱歉了阿塞恩少爷，觉醒仪式结束后我甘愿受罚，为了尽快拿下西奥，躲在背后的监察不得不亲自动手，而几人也在不断的安慰阿塞恩，少爷已经做得很好了，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当阿塞恩再次拿回掉落的剑时，眼神却是变得阴沉起来，因为他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担任考官的人起码都有高级剑客的水平，对于这些觉醒仪式都没完成的人，想要与他们抗衡是痴人说梦。然而西奥不仅躲避了他多次攻击，甚至还找到了破绽，一击横扫朝着男人的中部挥去。可高级剑客的反应速度很快，直接就打断了西奥的攻击，旋即一击劈砍朝他落下，优势很快就被他拿了回来。但他不得不承认西奥的实力，一个连觉醒仪式都没完成的人，可以说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了。即使是对上刚上任的监察，也不见得会输给他们，但跟他比还是太嫩了。他们之所以选择出手，是因为附近的监察都被他们支走了，扼杀这样一个人才实在是太可惜，但为了特洛伊班都是值得的。再见了西奥拉格纳，眼看着他的剑就要落下，然而一抹鲜血突然出现在西奥眼里。当监察反应过来，发现已经被一把刀洞穿了身体，该死的怎么会这样？因为他不敢相信捅自己刀子的竟然是自家少爷。此刻的阿塞恩恶狠狠地看着他，我不是说了让你们不要插手？在场的众人顿时愣住，他们不明白阿塞恩为什么要对自己人动手。阿塞恩觉得他们认为自己会输，所以才选择出手的，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侮辱。
辱，这是对继承人的侮辱。他果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连自己人也不放过。与此同时，他再次叫住了我。不得不承认，西奥拉格纳你很强。特洛伊从小就告诉阿塞恩，弱者毫无用处，只有强者才可以拥有尊严。他从小被特洛伊灌输这种极端的想法，将弱者踩在脚下才能坐上拉格纳的王座。虽然你很强，但是比我还是弱一些，这样才合理。我将成为最强的王者，夺取王座。我不可能在这条路上输给你，所以妨碍我前进道路的东西，我都要将他们杀光。说完，阿塞恩再次朝我袭来，随后一击劈砍重重朝我的位置落下。但很快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因为眼前早已没了我的身影。当他察觉时，我已经将他牢牢锁定。下一瞬，一道攻击直接落在他的胸前。虽然他想接住刀刃，可没想到他的剑会直接断裂，他也因此失去了一条手臂。与此同时，一旁的监察旋即询问利亚姆的情况，而利亚姆拼尽全力也要站起来，因为他想过去帮阿塞恩。闻此，其他的监察很是抗拒。刚才发生的事情他们都看在眼里，这让利亚姆很生气，因为阿塞恩被杀死的话，他们所有人都要陪葬。阿塞恩被斩断手臂后，疼痛感让他忍不住大叫起来。不过很快他就与我拉开了距离，他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这时他想起特洛伊对他说的话，不要小看任何敌人，就算是风中残烛，也可能会突然燃烧起来。正如特洛伊说的，西奥这团星星之火开始燃烧起来了。特洛伊也提醒他需要小心应对。当时阿塞恩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会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却被特洛伊直接批评他，因为特洛伊知道阿塞恩和西奥的实力差距没有那么大，现在他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像你这样的垃圾，我一只手就可以将你撕碎，因为我才是最有资格继承拉格纳家族的人。阿塞恩将所有的魔力都注入到剑中，随后他释放的剑气就宛如一条凶猛无比的巨龙，仿佛随手都可以将我吞噬。但我并没有要躲避的意思，他所在意的权利并不是我要追求的东西，但是因为他们的野心将我身边的人都害得很惨。如果你不愿意放弃你的野心，我将用武力打破它。紧接着我将所有的魔力也注入剑中，毕竟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无能为力的我。我将使用我的力量保护好所有我在意的人，我会变得足够强大，把你们全部砍下来。在两道剑气碰撞的瞬间，阿塞恩的技能被瞬间瓦解，所有人都被两人的打斗所吸引。然而阿塞恩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了。随着我将剑收回身后，一抹鲜血从他的脖子喷涌而出，很快他就跪倒在地上，因为此刻他的脑袋早已没有了身影。直到死亡，阿塞恩都不敢相信他竟然输了，并且输得很彻底。对于我来说，我和他之间的恩怨也就此了结，但是我的复仇之路并没有结束。与此同时的监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阿塞恩少爷竟然死了。紧接着利亚姆下令要将我解决，随后所有的监察官便朝我袭来，然而我却没有丝毫想要躲避的意思，因为此刻我完全没有了力气。在刚才的几次较量中，我已经耗尽了所有的魔力，即使我身体状况再好，也不可能对付得了4名高级剑客的围攻，这种身体状态更没有希望了，并且最后一剑就连我龙之心的力量也耗尽了。该死的，难道就要结束了吗？就在这危急关头，忽然出现几道身影将监察拦住。当我抬头看去，发现竟然是雷明顿和霍尔库斯姐弟，但是他们怎么会来到这里？拯救处于危机中的战友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西奥少爷。闻此我顿时愣住，霍尔库斯也很是兴奋，因为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同龄人，如果可以他想先跟我来一场较量。而艾瑞卡见到我后也很满意，西比尔也拿起了剑，因为他不打算逃跑，追随一个强者哪怕是死他也愿意。紧接着雷明顿提醒他们，监察是禁止介入觉醒仪式的，更何况直接对考生出手，你不知道这是一项重罪吗？监察们顿感不妙，旋即他便传音利亚姆接下来该怎么做，毕竟他们的身份已经被考生发现了，难道连这些家伙也要全部处理掉吗？而利亚姆大脑一片空白，因为他们的计划彻底失败了，他们没找到玫瑰宫遗物的线索，并且西奥也没能处理掉，甚至连阿塞恩少爷也被他杀死了。现在连他们的身份都被发现，利亚姆已经想不到应对的办法，其他监察还在不断的催促他拿主意，而他脑海中能想到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杀光在场的所有人。如果考场上出现很多高级魔物，因此现场的考生全部遇难，这似乎是最合理的解决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掩盖特洛伊般介入的证据。紧接着利亚姆毫不犹豫地将可以召唤5阶魔物的魔珠全部击出，其他监察看到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就算他们是高级剑客，在这么多高阶魔物的手下也不可能跑得掉，这一切都是为了特洛伊班。可还没等他将珠子撒完，身体再次被一把利刃洞穿，是白甲龙骑的监察塞尔福德以及阿林，除此之外还有梅花宫的奈塔莎和水仙宫的莎莉。利亚姆没想到他们会来得这么快，不过他们已经没有机会翻盘了。紧接着塞尔福德示意剩下的人，想活命就乖乖的跟我走，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当然，如果你们想像利亚姆一样的就可以动手了。剩下的监察相互对视了一眼，就放下了手中的剑。面对这么多人，他们无论如何也逃不掉了。当看到监察之后，我才松了口气，看来我拜托雷伊的事情已经完成了。就当我再也无法支撑身体的时候，雷伊出现在我的身前将我扶住，对此我给予了感谢。而雷伊很疑惑我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随后我瞥了一眼躺在地上的阿塞恩以及被带走的监察，现在结束了。看到我没事，雷明顿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不过你这家伙有事情为什么不联系我？还没等他说完，霍尔库斯和艾瑞卡便想向我发起挑战，毕竟他们可是期待已久的。而后第4训练场的学员也挤了进来，西奥少爷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就算是死了也无憾了。雷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热情的学员，听到大家的欢声笑语，我才松了口气。之前雷伊还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而这正是我追求的强大。闻此的雷伊也露出来久违的笑容。还有一件事，顺便帮我把地上的铃铛捡起来，因为我拿到了第1。
而考场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拉格纳长老会。得到信息的特洛伊不敢相信眼前的消息，现场的气氛十分的平静，就连梅花夫人和尤利乌斯也是如此。他们不敢相信拉格纳的天才之一竟然死了。随着最后的钟声响起，本次觉醒仪式的学员陆陆续续朝集合地汇合。随后，一名身披长袍的老者出现在众人面前，而他正是九龙之一的灯笼法瑞尔。他的出现也意味着第二次觉醒仪式到此结束。见到法瑞尔底下的学员感到很惊讶，几乎不露面的人竟然主持结束仪式。紧接着，法瑞尔便拿出了此次合格的学员名单，87名学员有45名合格。对此，他也不得不赞扬他们，毕竟合格人数是近10几年来最高的一届，特别是第一名的分数让人惊讶。闻此，我内心不由得一震，因为我察觉到了他锐利的目光在注视着我。而通过第二次觉醒仪式的学员，也全部从学徒晋升为真正的初级剑客，这意味着他们有资格参与拉格纳的活动。接下来就是公布成绩的时候，第一名西奥拉格纳1121分。闻此的众人很疑惑，因为我在最后的一天里还是0分，还有怎么不见了阿塞恩的身影？第二则是雷明顿926分，第三艾瑞卡843，第四则是雷伊789。随着最后一个名字念出，合格的人数到此结束。而后法瑞尔提醒他们不要掉以轻心，因为觉醒仪式并没有完全结束，还有第三次觉醒仪式要进行，所以获得第三次觉醒仪式的人请举手。闻此众人则是相互对视起来，毕竟这一次仪式不是一般人能参与的，他需要有很高的魔力才行。雷明顿率先举手，而后就是艾瑞卡。看到老姐举手，霍尔库斯也是不由得一愣，紧接着就是雷伊，最后一个人当然就是我，毕竟除了丹田我还有龙之心，而第二次觉醒也是除了考核外还有隐藏的属性呼吸法，不过必须收集相同属性的魔力口诀，之所以称其为隐藏奖励，是因为它除了难以收集，即使读懂了也很难理解，只有掌握了测试中的东西才能赋予魔力属性，同时还需要获得参加第三次觉醒仪式的资格。我前世也不太理解这些口诀，但是现在我有了龙之心，随着我的深入解读，里面的呼吸法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就好像有人在我脑海中演示了无数遍，瞬间我就读懂了里面的一切。见此的法瑞尔大笑起来，因为只要有一个人举手就是好事，而现在足足有4人之多。我记得上一世雷明顿几人并没有获得，看来是我回来产生的蝴蝶效应。紧接着法瑞尔便让我们展现自己获得的法门，而我则是作为第一个。阿塞恩死亡了以后会有更多的变化，可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我知道这一定是比以前更美好的未来。这一次我得到的是雷之呼吸法，而呼吸法一般是由赋予、发现、控制、扩张、计减这5个阶段。首先赋予魔力雷的属性，然后表现出来，做到这一步就可以借用雷霆的力量，而一般人基本到此止步。但是我有龙之心，魔力本就是普通人的2倍，现在自然可以控制雷霆之力变换形态。看到雷电被我汇聚成一颗珠子，雷伊内心猛然一震，而霍尔库斯已经目瞪口呆，就连法瑞尔也感到非常震惊，没想到你竟然做到控制的水平。可还没等他说完，我旋即再次汇聚魔力，下一瞬一股更强的气场从我体内爆发，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冲击下一个阶段。紧接着我便将雷霆之力融入到剑中，而伴随我挥出剑气形成的攻击就宛如一条黄金色的雷霆巨龙，这是第4步扩张才能做到的境界。此刻的众人纷纷瞪大了双眼，他们没想到我第一次就能做到这种地步。面对直击自己的巨龙，法瑞尔并没有要躲避的意思，真是有趣，已经达到了扩张阶段。随后只见法瑞尔缓缓伸出手掌，他使出了自己的独门绝学水压断面，利用水的特性做到以柔克刚，很好，你有资格让我这个考官测试。而众人久久没能从震惊中缓过神来，最后法瑞尔给我的分数是1000分，对此我给予了感谢，不愧是灯笼，他一直都喜欢具有挑战性的学员。此刻我的分数来到2000多分，以断崖式碾压所有人，这种水平怕是与拉格纳的年轻第一人的托尔克尔不相上下。紧接着法瑞尔便让剩下的人展示，雷明顿达到了第3个阶段，获得500分的加成，雷伊和艾瑞卡也不错，达到了第2个阶段加成300分，以往达到1000分就会成为第一，而现在却有4个人超过1000分，他们将成为拉格纳最顶尖的那一批人。随后法瑞尔便让其余人回去准备1周后的点名仪式，剩下的人还有一个小小的奖励。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山脉之中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威压，仅仅是气场就让几人站不住脚，而这就是真正的第3次觉醒仪式。感受到这股威压，我很是疑惑，这难道是罗德布洛克的气场？而这一次他们要面对的是拉格纳的家主，没人知道其中会发生什么，因为这一切都要取决于你的实力。此外，通过这一次测试的人就会被提名为临时候选人，由于5位候选人都来自选拔，所以获得家主提名就意味着是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那么在上面等着我们的将是家主，但是为什么我却是感受到了罗德布洛克的气息？与此同时，一个想法直击我的天灵盖，那就是罗德布洛克的心脏就是被家主拿走的。紧接着法瑞尔便告诉了我们关于考核的内容，只有我们克服压力走出龙之谷才能见到家主。此刻的艾瑞卡不知道要如何应对，现在这种情况连站起来都很难，更别说是走出这里。随后我便告诉他们不要抵抗压力，要对准法力的波长才行。闻此的艾瑞卡很疑惑，因为他不知道波长是什么。雷明顿知道我的做法，你是要我们用反向波干扰他，让位移消失。对此我给予了肯定，如果魔力的控制和调节都不行，就没有资格面对家主了。艾瑞卡一脸懵，什么波长什么干涉？为此的雷明顿直接化身学者模式，魔法是一种波，它具有震动的特性，组长的威压也是由波构成的，所以
要想战胜他，就必须通过制造魔法波来抵消他。艾瑞卡顿时一愣，所以你的意思是要制造这种该死的压迫过程相反的魔力？你这个书呆子，明明可以轻易说出口，为什么要拐弯抹角？就在雷明顿和艾瑞卡斗嘴之际，我已经找到了这一段魔法波长，只要我将与之相反的魔力附加在自己身上，就可以与威压形成相反的关系，而我已经可以行动自如了。想要成为拉格纳的继承人，起码要做到这个地步。当几人看到我这么快就克服了压力，也是感到很震惊，这说明想要追上我还有很大一段差距。不过接下来我就要提前行动了。而后法瑞尔也示意几人抓紧时间，因为评分也是看时间来评判的。几人立马就进入了冥想，不到片刻的功夫，3人直接就消失在原地。法瑞尔见此大笑起来，看来这一届的学员格外的优秀啊。画面一转来到山茶花宫，基尔松一脸开心的敲着房门，因为他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塞西利亚。而房间内的塞西利亚也是听到了基尔松的呼喊，不多时他便推开了房门。现在这种情况他是真的坐不住了，因为他马上就要报复了。塞西利亚冷冷的瞥了一脸他，你本来就是富翁啊。而基尔松之所以这么兴奋，是因为与之前的不一样，在西奥出名后，他的锻造厂就开始源源不断的接到订单，解决了他们一直攻防不了的知名度问题。想到自己的儿子，塞西利亚也为他感到骄傲，但是他更多的是担心儿子的安危，因为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像这样安静的等待。虽然他可以给西奥做好吃的或最合体的衣服，但是他知道这对儿子提供不了什么帮助。而此刻的基尔松已经掉进钱眼里了，正想着接下来制作什么东西发财。听着基尔松喃喃自语的话，塞西利亚好像是想到了什么，也许他可以给西奥提供一些帮助。旋即他便询问基尔松会不会制作假肢。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当凯尔得知西奥的表现后很是满意。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即使是父母也没有权利阻止子女的梦想，特别是年轻时散发出的血气，谁都阻挡不了，毕竟他当年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而这个黑色墓地就是证据。一旁的黑色乌鸦嘎嘎叫了2声，凯尔示意他不用担心，因为他想要创建一个拉格纳的盛世，这些事情都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有谁妨碍他，他的结果就会像这些剑一样埋藏在这里。闻此的乌鸦陷入了沉默，就算他是我的儿子，或者可以叫他回归者，也不能妨碍我的计划。在我克服了威压之后，我花了4个小时爬到了山顶。此刻家主已经在此等候多时，正如我料想的一样，罗德布洛克的气息正是从他身上释放出来的。难道真的是他取走了心脏吗？与此同时，父亲叫住了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看着数不清的刀剑，据我所知，这是您这段时间亲自砍下的剑士们的剑。闻此，凯尔缓缓闭上眼睛。没错，这就是你应该去的地方。面对无尽的威胁和挑战，必须能够独自站起来，谁也无法真正依靠的位置。这是一个只有站在高处才能占据的位置。你觉得你有资格占据那个位置吗？而后我肯定地回答了父亲，但父亲直接就打断了我。这里埋葬了几千甚至几万人，感受到这些剑士的想法后，还能做出同样的回答吗？紧接着我感觉一阵天旋地暗，因为有无数的强者怨念在我耳边咆哮，这些声音直击我的灵魂深处。如果不是我的精神力强，恐怕已经被这些怨念吓退了。但我的决心依旧没有变。父亲的眼神变得越来越犀利。你的理由呢？我的理由，那当然是为了复仇，为了成为家主，亲手结束该死的权位竞争。为此我可以克服任何困难，但我知道父亲不希望得到这样的答案。于是我缓缓拔出腰间的佩剑，我用我手中的剑来回答。闻此的凯尔也很是满意。很好，从现在起我将以挑战者的身份对待你，让我看看他这段时间的教诲怎么样。闻言我的内心猛然一震，父亲说的他难道是？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直接就被父亲的剑砍成了2段。该死的，怎么会？我甚至都没看到他的出手动作，我真的要死了吗？此刻我只感觉耳朵不断传来轰鸣声，随后意识也渐渐模糊。凯尔的剑术早已达到剑心的地步，剑随心动，同时也可以对人发起考验。而此刻一旁的乌鸦叫了2声，事情变成这样，你怕奇才会死，觉得很可惜吧？剑心是一种只有具备正确意志和决心的人才能打破的法则，用在一个刚完成觉醒仪式的孩子来说，的确是有点苛刻了。但如果连这一点考验都无法通过，那只能死在这里了，因为不需要只给家族带来影响的回归者。而此刻我感觉我的意识正在慢慢消散，被父亲的剑击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抢了山茶花宫不说，就连伦登和阿塞恩都被我亲手杀死了。反正一切都是侥幸而已。从这一点看，人生比前世的多幸福，所以我也该退场了。再见了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就在我的意识准备消亡时，一道空旷的声音打断了我。如果你这么脆弱，早该让我吃了。很快我就从意识中清醒过来，我现在还不能死，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完成。我不是已经下定决心要结束这场该死的权力斗争了吗？这一次哪怕是死，我也不会再屈服。随着我挥出一剑，眼前黑暗的空间直接被剑划破了，而后我的意识也清醒过来。所以刚才的是父亲对我的考验。此刻父亲依然是一脸严肃地注视着我，他的气场实在是让人发寒。随后只见父亲大笑2声，恭喜你通过了测试。画面一转来到1周后，拉德纳家族给完成觉醒仪式的剑士送上祝福。霍尔库斯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这让他不由得感到紧张，而这也遭到了姐姐艾瑞卡的嘲笑。不过家族的强者全部在这里，自然是让人感受到压力，毕竟连九龙也全部到场了。而霍尔库斯也好奇艾瑞卡在第3次觉醒仪式获得了什么，但艾瑞卡并不打算告诉老弟。而刚才霍尔库斯的话让他很疑惑，刚才说我们西奥是什么意思？这也证明了霍尔库斯已经站队，因为想要在拉格纳家族发展下去，
就必须依附于其中的一股势力。在这一次觉醒仪式上，霍尔库斯看到了西奥的潜力，所以他打算追随西奥。随着鼓声响起，主持人便示意大家安静。本次觉醒仪式的第一名，他就是西奥拉格纳。而后我便站在了广场中间，接受大家的祝福。我真的做到了。观众席上的伊芙琳也很是欣慰，毕竟这一段时间他是看着西奥成长的。如果他能来白甲龙骑队，那就再好不过了。就在这时，长老席上的特洛伊直接起身，裁判见此也是眉头紧锁，难不成他想给阿塞恩报仇？此刻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中央机务局长，如果没有什么事，那就请坐下吧。阿塞恩的死对他打击很大吧？即便如此，他也不敢明目张胆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底下动手吧。随着特洛伊缓缓开口，我们中央机务处愿意给西奥拉格纳担任中央机务处副局长的位置。闻此我顿时一愣，这老狐狸在玩什么把戏？